is now. Can you hear the drumming? There's a revolution coming. Wild things that turn me on, drag my dog into the. 向前冲！出发！冲！你说这是一款100%真实的完全沉浸式游戏，那是有多真实？看着群聊消息，叶伟脑海里第一时间浮现的画面不是游戏，而是白花花的正义。往细了说，就是他那打了200+妈的少女卷轴舞，和100多个亲手捏的老婆从存档里活了过来。再细一点就不能说了，要不好歹没了。他在群里的昵称叫一夜起床10几次，由于太长且不文雅，群老哥们都简称他夜时，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真实。那当然，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全都和现实世界一样。游戏世界的时间流动和现实世界是1:1，时差大概12小时，并且由于技术原理是对梦境的干涉，所以游戏时相当于睡觉。这是什么幻想系设定吗？而且听着有些年头了，感觉像是早期网文中关于虚拟现实游戏的设定。哈哈，你是说头戴虚拟头盔吗？我上学那会还挺喜欢看的。讲道理，这种设定就不合理吧？运营商不为了赚钱，就为了让玩家们爽。真要是100%真实，怎么体现人民币战士的尊贵？大家都白嫖了。兄弟，你太认真了。真讲合理性的话，比起让小说中虚构的运营商赚到钱，让小说外的读者爽到，才是真正的合理的。禁止套娃。虽然牛马俱乐部是游戏群，但很少像今天这样一本正经的讨论游戏。不其是一款根本不存在、完全凭空想象出来的游戏。我是说，如果真有这样的游戏，你们愿意吗？愿意啊，为啥不愿意？100%真实的游戏，干嘛不试试？你懂的。加1。不过关于你说的设定，我还是有点疑问。如果在游戏时间等同于睡眠时间，这种技术应用到工作上，不是更合理吗？我操，你是魔鬼吗？那我还是老老实实睡觉吧。你们大晚上的不睡觉，在群里做梦的，笑死我了。事实上，我最近入职的这家公司就在研发一款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网游。卧槽！真的假的？牛啊，兄弟！我差点都信了。100%真实的虚拟现实游戏，废土 OL， 搞了半天，原来是给我们宣传广告啊！得，爷倒要看看你是什么牛马。就这就结束了？这破游戏连账号都不用注册。救命！给老子过来！这样就可以了吗？任务完成，奖励碳纳米防弹背心1套，奖励点数加5。名称：碳纳米防弹背心。说明：可有效吸收子弹动能，在耐久承受范围内分散冲击力，抵御一定程度的穿刺、切割伤害，耐久100%。恭喜您，主人！看来您已经完成了第1个任务。你能别冷不丁的开口吗？好的，主人。那个仿生人形 AI 机器人，名字叫肖云。作为404号避难所管理者的助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没有名字这种东西的，只有一个 BT7274的编号。但楚光觉得麻烦，就随便给他起了个名。任务奖励的点数也是好东西，可以在管理者津贴页面兑换名为盲盒的奖励。购买初级盲盒需要1点奖励点，
中级盲盒10点，高级盲盒100点。根据404号避难所管理者系统对管理者津贴功能的解释，盲盒抽到的东西种类、数量不定，不过多少都会有点儿，也就是说没有谢谢惠顾这种情况。不同等级的盲盒决定了保底奖励，比如初级盲盒最次也能开出食品物资，中级盲盒保底获得药品，高级盲盒能开出武器。至于初级盲盒能不能开出中级盲盒的奖品，系统的说明里倒是没有写，但想来就算有，概率估计也低得可怜。主人，新的任务已经更新在您的管理者日志上了哦，请注意及时查看。知道了。他妈的，到底谁才是谁主人？任务404号避难所激活条件已经满足，第一批收容物确认投送，要求确保至少1名玩家登录游戏。类型主线奖励活性物质提取器。任务准备1台功率大于10千瓦的发电机。类型支线奖励点加100。我去，100奖励点，活性物质提取器，这玩意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活性物质是制作克隆体的原料，至于怎么用，到时候应该会有说明书之类的东西吧。作为 AI 助手，事实上萧云知道的情报也不多。目前楚光掌握的权限只能到达避难所的B1层，其他楼层的权限需要通过主线任务进行解锁。行了，我大概了解了。对了，哥几个，你们预约游戏时官网页面上刷新的编号发我一下。还有就是，本次游戏的封测资格只有4个，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向公司申请。看看能不能把封测资格和游戏头盔直接发给你们，大佬牛批！牛啊！666，哇，老哥强无敌！不过有件事我得声明一下，设备只能算是借给你们使用，你们别搞丢了，更别拆了，要不我没法和公司交代。另外，设备会和使用者的身份信息绑定，原则上1台设备只能注册1个账号，并且只能由1个人使用。那啥，光哥，我弱的问一句，收费吗？放心吧，封测阶段不收任何费用，不过因为经费紧张，也没有工资就是了。666，我的编号私发你了，给我寄1份。牛批，哈哈哈，给我也整一个。真要是你说的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我直播到里拉稀。哈哈，咱也支持一波。主人，咱们的官网不是已经有11名玩家预约了吗？为什么您只放4个名额呀？简单，因为暂时用不到那么多。攒着买高级盲盒没有意义。任务2的奖励直接就是100点数，也不差这5个点。这就是盲盒？也许，大概，可能，maybe应该是吧。我说你能不能好好说话？我还以为奖品至少会用盒子装着。或许盲盒只是一种文案设定。可是不用拆包的盲盒到底有什么意义？那干嘛不直接叫抽奖？道理我都懂。还有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兑换了5个，他奶奶的上来的却只有4个？谁能给我解释解释？好吧，事实证明是自己误会了。盲盒开出来的奖励确实有5个，系统并没有干吞装备这种缺德事儿，也的确不存在谢谢惠顾这种说法。只不过第5个盲盒开出来的奖品被另外4个奖品给压住了。3根净含量25克的棒棒糖，苹果香蕉芒果口味，
一张纸条。这个压缩饼干的包装挺完好的，没有鼓包，虽然保质期和生产日期是个谜，但应该吃不死人吧。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生物比玩家更适合当韭菜？他们不但有着旺盛的好奇心，而且永远充满热情，面对困难迎难而上，不会绝望于眼前的窘境。当然，最关键的是，他们甚至还能站在运营商的角度考虑问题，帮着运营商一起收割自己。将这套装置包装成游戏的我，简直是天才。404号避难所初代管理者。替代信这张纸条放在第5个初级盲盒中，这是我留给继任者的彩蛋。萧云，过来一下。怎么了，主人？那个啥，你认识初代管理者吗？我也不认识。当您进入避难所时，我的主程序才被激活。根据避难所数据库中的资料记载，上一任管理者将操作权限移交，已经是1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了。那有没有确切点的时间？具体是哪一年？查到了，是人类纪元2157年1月1日。2129年，资源战争结束，人类文明进入废土纪元。2157年，也就是废土纪元的第28年，距离现在183年。也就是说，183年前的初代管理者发明了这套能够将平行世界的意识体投射到克隆人身上的装置，并将其包装成游戏，但出于某些原因一直没有使用，对吗？应该是这样的吧。那他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初代管理者。我也不知道，已知的数据库中并没有关于他的详细资料，会不会是被删掉了？哎，算了，问你也等于白问。曙光略微失望，却并没有气馁。目前避难所只解锁到了 B 1层，随着任务的不断推进，埋藏在这座避难所中的秘密，总有一天会在他面前展现出全貌。主人，你要走了吗？班，玩家3天后才会登录，我在这里继续守着也没有任何意义，不如回去准备一下。这破地方说是避难所，却连吃的喝的都没有。老子现在就剩半块巴掌大的饼和半瓶水，以及刚用奖励点换到的压缩饼干和棒棒糖。这点补给能不能坚持不到3天后都还是个问题。对了，萧云，怎么了，主人？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们的官网太简陋了，我需要你给它添加一个论坛功能和资料图鉴功能，你能不能办到？当然可以，您拥有官网的编辑权限，除了游戏预约页面之外，可以添加子页面或者对已有页面进行更改。很好，那就交给你了。放心吧，包在我身上。话说主人，您什么时候回来呢？最晚3天，如果一切顺利，也许明天晚上之前都有可能。我走了，你好好看家。我勒个去，不是哥们，这家伙是来真的。这戒烟也是个常冒泡的活跃群成员，虽然不是管理。班，你们点完预约之后，他拉了个小群，把我们几个群管理都拉进去了。靠，黑幕啊！光哥入职的那家公司叫啥？你们知不知道？我要举报他 PY 交易。扯犊子吧，韩公司！去年挨股有个做 VR 的公司，赔的特么老板都被关进去了。现在的风口早就不是 VR 了，你们小点声讨论，人家阿光指不定在窥屏呢。你说他到底图啥？就为了开个玩笑？鬼晓得，没准是把你们这些亲兄弟引流到菠菜网站，等人多了嘎嘎割韭菜。我看这家伙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踢了得了。大家别这样，新来的群员可能不认识阿光，他人还是不错的，就是以前和我们打战地风云的时候，枪法马了点，眼睛瞎了点，人菜了点，等级低了点，颜值高了点，其他都还好。
确实，我相信阿光不是误入歧途搞什么博彩。我们现在就是不确定他是不是被盗号了。如果是，这个我们管理组会处理的。一会儿消息我都撤回了，大家换个话题哈。Nice。阿伟，你买的啥东西？怎么这么大个玩意儿？我没买东西啊，这玩意儿是谁送过来的？我没注意。我也没注意。我不知道，我刚去拿外卖了。对，邪门了。平时快递都是扔宿舍楼下的快递站，今天倒是送上门了。更邪门的是，我寻思着自己也没在网购地址里写自己是哪个寝室哪个座位的。现在的快递小哥都这样牛逼的吗？这啥玩意儿？你问我，我问谁？这难道是那个游戏头盔？卧槽，发货速度这么快的吗？哥几个，你们都没看见吗？看见什么？那个倒计时啊，上面写着等待游戏激活。啥？这玩意儿还能是游戏机？让开让开，你杰哥眼睛不好，来让我康康。没有啊，我来。阿伟呀，咋的了？要不你去医院瞧瞧？我给小爷爬。200年前，准确的说是人类纪元2125年，这颗繁荣的星球上爆发了一场战争。战争中的双方都抱着彻底毁灭对方的决心，几乎用上了所有一切能用上的手段。战争只持续了3年，但也只用了3年，便摧毁了地表上的一切。漫长的核冬天几乎将文明的火种熄灭，双方都成功地将对方送进了地狱，也成功地埋葬自己。自此，开启了比大萧条更加萧条的废土纪元。哟，这么早就回来了？看着从街道拐角处走来的楚光，老沃特眯了眯眼睛。他的手中握着一杆勃朗宁725型双管猎枪，虽然看着有些年头了，但没人会怀疑它的威力。楚光曾经亲眼看见过，这老头只开了2枪，便放倒了一头发狂冲向贝特街大门的变异棕熊。从那以后，他便一直渴望也能拥有一把。还行，在外面耽搁了一夜。外面，所以说你出了点意外。楚光也不解释，只给了老沃特一个疲惫的眼神，让他自己去体会。接着便径直穿过聚居地的大门。怒吼又来了，这一次是卖还是买？当然是卖了。莫，这是这次的货，怎么样？让我看看，这一次的东西品质还凑合，这一带的垃圾应该都被搜干净了。你从哪儿弄的好东西？这也能算好东西，运气好吧？我只是随口一问。电池不错，但粘合剂的质量就一般了。封口拆过，里面的情况估计一团糟，我只能给你按5折算。这些所有加起来一共3点筹码。对了，阿光，这次要买点什么吗？
店里刚到了一批从巨石城来的新货。有枪吗？那种战前的10毫米个人防卫式手枪也行。那倒没，有你也买不起。不过食物和燃料倒是有一些。如果我是你，一定会趁着涨价前多买些。像这种东西，你要知道，哪怕是最便宜的铁管武器，贝特街这种地方也很难买到。什么意思？怎么说？因为就算偶尔有贩卖军火的商队路过这里，那些武器通常也都是进了镇长自己的仓库，根本不会摆在这里的货架任人挑选。然后就是你没注意到吗？最近在降温，而外面的异种却开始活跃了。所以说冬天要来了。是的，我记得你是5个月前才来的这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往年这时候差不多就要开始慢慢降温了，今年冬天估计会来得早一些，搞不好10月份就要下雪。要入冬了，不管是人还是异种，都得提前做准备了。刚来贝特街的时候，楚光身上穿着件蓝色外套，查理下意识的就把他当成了避难所的人，所以对他还算关照。虽然这种关照从未体现在交易价格上，但在经验方面，这老头确实帮了楚光一些忙，否则他也不会这么快就适应了废土上的生活。我知道了，谢谢。不客气，你小子悠着点，可别死了。如果不是这个世界糟透了，他大概会像他的父辈一样，成为一名工程师、医生或者学者吧。至少不是在这里记账。这钱本来是打算省吃俭用，一点点攒下来，为的就是有一天能离开这个鬼地方，搬去条件更好的巨石城的。不过现在嘛，能自立门户，又何必寄人篱下？对了，避难所下方的疗养居民区废墟可以利用起来，还有建筑周围，如果有玩家可以使唤的话，在附近搜集些材料，建一堵围墙什么的，修缮难度应该不会太大。疗养居民区附近是湿地公园，搜集金属废品不太方便，但周围的植被还算茂盛，取暖的燃料应该不会太缺。除此之外，木头还能作为修补建筑和制作家居的材料。斧头，对，还得买4把斧子。铁锹和锯子，这些工具也不能少了，至少得储备足够5名成年人1周消耗的粮食。如果按1天2顿算，每顿1张麦饼也得70张。70张饼买的话得70点筹码，就算砍价60点筹码也是少不了的。这样一来，自己的预算就不够了。也对哦，没必要让那些玩家们吃得太好。如果把麦饼换成制作麦饼的原材料，也就是附近的农庄生产的青麦，则只需要3点筹码就能买到足1公斤，炖个5公斤，足够应付几天。实在不行，还能学着贝特街的幸存者们往里面掺树皮或者植物的根茎。至于其他的，到时候再想办法。暂且就先准备这些东西好了。阿公哥，不好意思，我听到你家里有动静，就来看看。好久不见，谢谢你。不客气，你外出的时候，我可以帮你看家，反正也是闲着。可怜的孩子，如果是在那个世界的话，他现在的年龄应该还在读书吧。来，小鱼，拿着吃吧，别告诉别人我给的，否则以后就没了。天哪，这是什么味道？好甜！对了，哥人呢？于小鱼眼里闪烁着小星星，他幸福地抬起头，想说声谢谢，然而给他糖吃的那个人却已经走远了。
牛马管理讨论组，这是一个只有4人的小群，群主白驹过隙，群员是隔壁群的3个牛马。换而言之，就是狗管理，一夜起床10几次，8级大狂风，来日方长。你们都收到头盔了吗？收到了，挺邪乎的，这玩意直接扔到了我家门口。我是在车库门口发现的。我是在办公桌上，我还以为是哪个同事的。你们都没我邪乎，这包裹直接送到了我寝室，我3室友都在，没一个看见这玩意儿是怎么送进来的。而且最邪乎的，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戴上头盔能看到一个倒计时，但其他人啥也看不到。你这么一说，确实有点邪乎。你们说到底是啥游戏公司这么神通广大，不但知咱地址，还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包裹送到咱手上？这也是最让我在意的。地址还好说，用点击链接的 IP 地址的话，分析出我们在现实中的位置，理论上也不是不行。但物流，我想不明白。我在金陵，夜时我记得是在江城读书，这中间差了500公里，但我们几乎是同时发现收到了头盔。是，而且就在点击链接之后不久。操，要报警吗？不太现实，没有财产损失，警察估计也很难办。而且问题是你和警察说啥呢？快递送错了，头盔有问题，除了本人使用，其他人戴上什么也看不见。这是最大问题，很难和其他人讲清楚这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之前还试了下，戴上头盔的同时将手机也塞了进去，但我明明能看到的东西，手机却什么也拍不到。黄蜂在现实中是老师，教的大概是理科，说话比较有条理。这话也得到了方长和老白的一致认同。要不咱们把头盔拆了看看？这么做也不是不行，但有风险。至少我没有找到可以拆卸的地方，如果暴力拆卸，很难保证还能将头盔装回去。确实，咱也不能坑了阿光。我在企鹅上私聊了光哥，但人还没回我消息。那个官网的网址不像是境内网站，甚至有点不太像是正常网站的域名，查不到他的注册信息。暗网？我也不清楚。这事就先这样吧，讨论也没啥意义。总归等到3天后，咱就能确认这头盔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啊。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e?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n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the birds go on singing? Why do the stars glow above? 萧云，官网的论坛功能开发出来了吗？已经搞定了。那玩家们呢？他们的头盔收到了吗？都已经收到了。这么快？尊播讲述。楚光略微惊讶，他记得自己是上午6点离开的避难所，现在也才下午1点左右，中间只隔了7个小时。当然是，不过这边的时间相当于地球上的西4时区。所以说，废土这边的时间和现代社会的时间真的是1比1流动吗？让我想起，现实那边的范阳华夏是东8时区和西4时区的时差大概是12小时，也就是说，范阳华夏东部地区现在正是凌晨1点。话说，我该怎么把这边的照片上传到这里？直接上传就可以了。不，我的意思是，我该怎么拍照？或者说，你有照相机之类的东西吗？我之前找了一整天，这么大个避难所，整个避1层毛都没有，就很离谱。这么说吧，不留些武器给我就算了，基本的求生工具总得准备一些吧。啊，大概没有相机，不过我的摄像头可以帮您拍照，你想拍哪种？就在这里吗？在这拍有个鬼用，
总不能把一种住到这里拍摄吧？不过把校园弄到外面去倒是可以考虑下。大多数一种对不能吃的铁疙瘩都不咋感兴趣，更何况这种仿生人，稍微伪装一下当眼线插在楼顶，简直是看家神器。不愧是我楚某人高达250的智商，越想越觉得靠谱。看看以后能不能试试。接下来，楚光发现4个玩家都给自己发了私聊消息，向他打听他任职的到底是哪家公司，完全沉浸式的游戏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及游戏头盔究竟是怎么回事。老实说，楚光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们，也不可能将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讲给他们，只有让他们相信这里是游戏世界，他们才能以第4天灾的身份降临，无所畏惧且任劳任怨，成为他最强的工具。那个主人，又怎么了？不用回复他们的消息吗？不用，没那个必要。解释越多，破绽越多，不如一句企业机密、国家机密糊弄过去。至于其他的，让他们自己猜取好了，不然脑袋长来是干什么用的？不就是用来脑补的吗？对吧？8级大狂风，已连接服务器。来日方长，已连接服务器。白驹过隙，已连接服务器。一夜起床10几次，已连接服务器。玩家身份信息核验完毕，神经系统连线中，祝您游戏愉快。我是 NPC， 我是一名 NPC。那个主人，怎么了？根据我查阅到的资料，游戏中的 NPC 通常是不会称自己为 NPC 的。啊？我当然知道，这是比喻，让我带入 NPC 的角色，懂吗？我是4年级海军楚光下士，我是404号避难所的管理者。任务完成。404号避难所苏醒程序启动，目标舱人员一夜起床10几次，8级大狂风，白驹过隙，来日方长。身份核验通过，注射苏醒试剂。冬眠时间211年，预计1分钟后意识恢复，舱门即将开启，生理评估正常，请等待避难所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到来，请勿随意走动，谢谢合作。Shelter 404, awakening procedure initiated. Identity verification passed, awakening serum injected. Hibernation duration, 211 years. 绝了 Consciousness expected to recover in 1 minute. The hatch is about to open. 我累得 Physiological 糟糕 assessment， normal. 这就是游戏世界吗？ Please wait for the staff from the Shelter Technology Company to arrive. Do not move 视 around 觉 randomly. Thank 嗅 you for your 觉 cooperation. 触觉味觉听觉五感俱全，牛逼！这身临其境的体感，没想到在有生之年，居然真的能见到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技术，这已经不能用碉堡来形容了。我操，我特么还以为是开玩笑，妈耶，还真特么是完全沉浸。现在的科技已经这么发达了吗？妈日，老子咋从来没在新闻上见过？痛觉都特么有。你压的是谁 ？NPC？ 鬼的 NPC， 我是老白，白驹过隙，你这家伙又是谁？卧槽，老谢，我是狂风啊，8级大狂风，你咋长这样？哈哈哈哈，笑死爹了！滚！再特么叫我老谢，老子就让你知道啥叫老粗。你要知道，我的手段你是最清楚的。嘿，这游戏有点意思，外貌已经设定好了，不知道公测版本能不能捏人。角色设定默认是男性角色，居然没有捏人的环节。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建个女号？操，你特么好骚啊！你这家伙肯定是夜使。我是方长。卧槽，方长，好兄弟，你懂我意思吧？滚！我就是随口一说。旁边这位兄弟是夜使吧？你们都来了。刚到，这游戏咋玩的？没新手教程吗？不知道，我们也赶来。是 NPC，
看上去简直和真人一模一样。这里真的是游戏世界吗？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安静，立正，向右看，起，向前看。同志们，欢迎来到废土纪元，我是404号避难所的管理者，代号曙光。首先我得告诉你们一件好消息，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但坏消息是，我们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你们指望马上拎着行李回家找老妈，显然不太可能。现在是末日之后的第200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成功熬过了最艰难的年月。你们能站在里，已经比其他的121人更加幸运。而现在我需要你们尽快认清现状，然后履行自己在人连气质下的宣言：一、重建我们的家园。旁边这位是我的助手，他名字叫肖云，有任何关于避难所的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他。不愧是我楚某人想的开场白，下一批玩家来了，继续再说一遍，毕竟是好不容易编出来的。而肖云这边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已经事先知会他了，倒也不用担心说漏嘴的问题。其实就算说漏嘴了也没事，任何解释不了的地方都能用一句“这是游戏设定”搪塞过去。这年头哪有完美无缺的设定？非要较真的话，新闻联播都能找出8哥，我他娘还真是个天才。请问光哥在哪？我的意思是，给我们头盔的那位游戏策划。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请问如何登出游戏？回到培养舱内躺下，可以正常登出。其实还有一种方法，昏迷、睡眠、死亡等异常状态也会导致连接中断，但楚光并不希望他们随意尝试。躺在培养舱里比较节能，随地躺尸处理起来会很麻烦。等级呢？玩家系统的界面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阴人系统呢？角色设定不可更改吗？还有角色性别方面。停，这些问题你们去问策。现在还没有轮到你们提问。听着，接下来我会带你们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同时告诉你们需要注意的事项，尤其是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想都别想。对了，你们冬眠的时候是穿着自己的衣服吧？现在和我来吧。我带你们去领取咱404避难所的衣服。卧槽！这光，这墙，这也太牛逼了！阳光从混凝土废墟的缝隙中穿过，照在钻出地板的小草上，肉眼可见的沉迷在光束中浮动，每一帧都是艺术，每一秒都是经费的燃烧。牛逼！还是咱日哥有文化。文叫爷方哥。好的日哥啊！哎，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如你们眼前所见，核战已经结束了200年。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位于清泉市北部远郊，离核弹坑很远。除非是碰上发光雨或者肉眼可见的放射云，除此之外，不用太担心伽马值过量的问题。听着，避难所不可能永远庇护我们，我们的文明也不可能永远躲藏在废墟之下。记住，我们是重返地表的先头部队，在我们的身后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我们的好消息，没有时间可以耽搁。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修缮我们脚下的这片疗养居民区，在这片废墟上建立一座前哨，它将成为我们重返地表的桥头堡。交给你们一个任务，捡起地上的斧子，去外面砍些木头回来。听着，在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必须要储备足够多的燃料，同时还要修好我们周围的这些坡墙。记得别走太远，遇到异种不要轻举妄动，立刻撤回。是否明白？明白。管理者大人。很好，行动。
我操！原本以为自己需要费一番口舌，没想到这些玩家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听话，就这么干脆利落的拎起斧子出去干活了。主人，这些家伙真的没问题吗？所以我才让你也跟出来。莫，看到没？你去前面那废旧的义勇军瞭望塔上看着，如果他们遭遇状况或者走得太远，你提醒我一声。这咋了？难不成你还要跟我说你没有腿？别废话了，快去！营山倒了。营你大爷！这附近哪有山？我总有一种感觉，这里貌似不像是废土，那像什么？更像是森林。不知道你们玩过没？那里面是像这样砍树，然后盖房子。开黑神器当然玩过，而且不止玩过，我还把家盖到了天上。不过那里盖房子可简单多了，鼠标点一下就行，不像这里，恨不得斧头还挺沉。说到设定，我倒觉得这反而挺真实的。记得之前看过一部纪录片，讲的是重返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40年的时间没有人类打扰，那里演变成了新的生态系统，大楼被蔓藤包围，树长得比房子还高。这个游戏的设定是废土200年后吧，倒也不是没可能。我甚至感觉城里的情况会比这里更夸张。这要是搁现实里，怕是得牢底坐穿。有一说一，这游戏做的也太真实了，无论是斧头砍在树上的钝感，还是那飞舞的木屑和穿过树叶的阳光，这让我想起了。停，别扯犊子了。既然能砍树、盖房子，种地应该也不是问题吧？如果要种田，我提议咱可以放把火，把烧出来的草木灰翻进土里，等冬天过去，来年开春就是一片沃土。当然，前提是这游戏真有那么真实，否则就是浪费表情。说起来我一直纳闷，为啥你看老白这肌肉结实的，就像练过的一样，我这拿个斧头都费劲。每个角色的属性肯定有差异，虽然我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怎么判定，但我倒是有个猜想。什么猜想？3个玩家对他的发现都挺感兴趣。在牛马俱乐部待了段时间的人都知道，这家伙是好几个单机游戏的攻略组成员，也是群里 Steam 游戏库存最多的。你们应该也注意到了，我们是从一座银白色的罐子里醒来的。考虑到这游戏的题材，那么设定上就存在2种可能：一，我们是通过冷冻休眠技术从战前睡到了现在；二，我们都是克隆人。当然，我个人觉得后者的设定会更方便一些，毕竟这样一来复活的问题也很容易解释了，直接用储存在培养舱中的 DNA 重新合成一具身体。我估计后期还会添加属性面板和等级之类的设定，而我们在体能上的差异很可能就是其中的伏笔。我还是很期待制作组能开发出一套与众不同的游戏机制，比如将 DNA 和职业系统结合起来，区分力量型玩家和敏捷型玩家，制定不同的属性成长曲线，这样既能保证自由度，又能丰富玩法。可惜角色是随机的，要是能自己决定初始属性就好了。算了，不扯淡了，一会儿下线了我找光哥聊聊。我记得光哥说了，他是这游戏的策划，直接找策划聊这个问题，肯定比我们在这儿瞎讨论要强。你们说这地图到底有多大？不知道。你说我要是一直往一个方向走，大概率是空气墙，也可能是剧情杀。不过无论是哪种，我建议你最好都别这么做。你忘了吗？管理者让咱不要离疗养院太远。我靠，他就一个 NPC， 你听他的。但他或许能让我们强制下线，甚至还能没收我们的封测资格。是的，而且我推测，以这个游戏 NPC 的智能程度，没准是有好感度这种隐藏设定的。你其实可以注意到，他对每个玩家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其中一定有隐藏的算法逻辑。得，不是了。根据说明书上的介绍，这玩意貌似是用来生产合成克隆人的原料。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活性物质的装置吧，功能类似于尸体回收。不过看着说明书上的描述，一种的尸体似乎也在回收范围内，我可不想将尸体这玩意弄进避难所。至于店里，到时候再说吧。
主人，不好了！停，我好着呢，发生什么事了？您的玩家那边好像有情况，一只黑色的大鸟正在袭击他们，在疗养居民区的北侧。哦，黑色的大鸟而已。什么？黑色的大鸟，快走！卧槽，叶哥牛逼啊！刚才那个前滚翻躲闪有点东西。混蛋，老子特务是被吓的，别傻站着了，快来帮我一把！看起来有点像乌鸦。你确定？谁家乌鸦有这么大？这玩意儿应该就是一种的伽马射线或者别的东西产生的突变体。我在官网上看过设定。官网有设定？不是就一个预约页面吗？那是几天前了，昨天官网更新了新功能，你都没看吗？先别扯淡了，咱现在该咋办？就这么干耗着？切，畜生就是畜生。是管理者，是管理者大人，管理者大人的恩情还不完。听着，杀一种一定要用武器。这可不是乌鸦，它的学名叫隼。隼？有这么大？难道是因为伽马射线？不只是伽马射线，病毒、细菌、基因武器，各种因素共同造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当然，一种只是我们面临的威胁之一，某些情况下，人会比他们更危险。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那只隼应该是在这树上做了窝，难怪你们这么多人它都不走。一般来说，飞禽是很少主动挑衅比自己庞大的地面生物，它们的食谱主要以变异蟑螂或者老鼠、松鼠为主。它虽然飞走了，但飞不远，估计就在附近哪棵树上等死。这种带尖的钢管虽然穿透力不强，但里面的镂空是天然的放血槽，只要在身上扎了个洞，那几乎是必死的。别说是鸟了，就算是人挨着了，也很难将伤口缝合好。抱歉，我光顾着砍树，没注意到。不用抱歉，鸟蛋可是个好东西，跟我来吧。这玩意真的能吃吗？说了就能吃，哪些东西不能吃，我会告诉你们的。管理者大人，请问我们到底需要多少木材？有多少砍多少，让我想想。这样吧，下午4点，我们统计一下今天的成果。胳膊粗的树每1米长1点贡献，大腿粗的树每1米2点贡献。人呢？报告管理者大人，我突然觉得不是很饿。我也是。反正开饭还有一会，我再去撸2棵树。我突然想砍点什么。我操，这些家伙，我还没说这贡献点能用来干啥呢。好了，统计结果出来了，你们4元1下午的收获转换成贡献点一共是2000点。白驹过隙，贡献点800点。来日方长，一夜起床10几次，贡献点各450点。8级大狂风，贡献点300点。下午完成的工作量几乎是上午的3倍。老实说，这些玩家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其中老白的成果最多，黄蜂大概是最惨的。这家伙的克隆体不擅长运动，也就是普通人的体格。避难所现在穷了一批，我兜里就2块棒棒糖，之前还有个压缩饼干已经被砍掉了。对了，你们现在所获得的贡献点，可以在你们探索建设期间出现意外阵亡时充当购买复活币的资格。然后就是复活时间需要等待3天，当然我还是建议你们尽量别出现减员现象。一是重新合成克隆体的原料有限，二是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组织、同胞以及能前往地表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还有就是废土上的人，也就是其他非避难所的幸存者，他们使用的语言是人联通用语，战前所用的语言有一定偏差，在目前的非必要情况下，如果没有我的带领，尽量别和他们沟通与接触。对了，管理者大人，我发现我们的前哨没有电，为什么我们不想办法弄一台发电机？
很遗憾，我们没有额外的发电机，你们谁懂这方面，或者有电工相关的技术？如果有，我将会给予他特殊的奖励。不能从地下牵一根线上来吗？我们没有那么长的线路，而且避难所里的能源也不是无限的，就算短期能用，长期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还会埋下更大的隐患。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都回去了，这些家伙，哎，或许我也该试着招募一些白天没有工作的闲人，或者其他时区的玩家。要不这一到晚上，这么大的前哨基地就只剩我一个人，从安全的角度来讲也不太合适。算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今天继续睡避难所里好了。贝特街的那个狗窝，我是实在不想回去了。主人，怎么了？克隆体的体检报告更新了，请问您要看一下吗？体检报告？那是什么？每次玩家正常登出之后，培养舱都会对舱内克隆体进行扫描，记录克隆体身体机能状况，并抽取一定数量的胚胎干细胞进行备份，记录基因序列开发进度。等等，基因序列是啥玩意？您没有发现吗？每个玩家使用的克隆体都由不同的 DNA 合成的，基因序列就是不同 DNA 的编号。那开发进度又是什么？每一个序列的 DNA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然而遗憾的是，我们并未完全掌握生命的奥秘，并不是所有遗传学信息的性状都得到了完全表达。这就好像运动员的孩子更容易成为运动员，但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运动员。而所谓开发进度，就是指基因序列中特殊片段的显性表达程度，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比如开发进度达到100%，就是生命体的各项性能都已经无限接近于基因设计的极限，达到了最完美的状态，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目前我们已激活的4个基因序列，开发进度都介于0%至1%之间。根据研究表明，只要不断地激发生存本能，锻炼肉体，就能够提高这一数值。如果把基因序列理解成职业，开发进度大概就类似于等级。侧重力量强化的基因序列，就像是 D&D 规则中的野蛮人，先天拥有更强的力量，并且倾向于提升力量属性。比如白驹过隙，别的玩家都挺正常，就他体毛浓密块头大，明显不像是正常人。好家伙，这些克隆体，玩家们原来是可以升级的，而且还有天赋这种设定。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您不是让我不要冷不丁的开口吗？我本来一开始就打算告诉您的。我操，这家伙绝逼是故意的。兄弟们，我即使是死了，钉在棺材里，也要用这腐朽的声音喊出，这游戏简直尼玛的碉堡了。话不多说，这游戏特么的要是不火，我倒立拉稀。我靠，群主活了！这也太阳间作息了吧！一整晚上都没看到你们几个狗管理，我还以为你们干坏事儿被抓。啥游戏？就是大前天光哥在群里推的那个虚拟现实游戏。我靠，你们已经玩上了？真的假的？你别骗我！我骗你干啥？可惜设备目前不支持游戏中截图，否则我就直接上图了。那你快讲讲，完全沉浸式的虚拟现实游戏到底是个什么样？用哪款机能玩？呵呵，那种头戴式屏幕也配和废土网游的游戏头盔比？啥意思？难道废土 OO 不需要 VR 就能玩？一看你就没见识，人家用的是游戏头盔做解释呢。你看过《刀剑神域》吧？差不多就是那种东西。我靠，头戴式微波炉，牛逼了！忽悠谁呢？还刀剑神域那种？我咋没听说过有这么牛掰的技术？就是，目前设备不支持拍照，我确实没法证明，只能说信不信随你吧。不过体验了这么长时间，关于这个游戏，我倒是总结出来了一些情报。好兄弟，快讲讲！群主开下全群禁言，我抠字慢。好嘞。先说游戏背景吧，背景其实没什么特别的，正统的后启示录设定加废土朋克风格。
故事设定在一个架空的世界，200年前的核战毁灭了一切，玩家扮演避难所的居民重返地表。目前我们，也就是封测玩家，是以先头部队的身份前往地表建设前哨，还没有正式进入主线剧情，更多的线索可能得等内测甚至是公测之后才能解锁，这里就不多提了。再说游戏的真实性，不夸张地说，这游戏的真实性是我见过的所有游戏的天花板，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就算再过50年，这个天花板也几乎不可能被超越。至于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这个游戏简直就是地球 OL 的备途 DLC， 无论是光影效果，还是无感交互，乃至触碰物体表面材质的颗粒感，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相信这里是真实的世界。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毫无疑问已经达到了100%的水准。是的，没错，就是100%。至少我没有找出明显的 bug 或者破绽。再然后是自由度，作为一款沙盒游戏，在游戏中你几乎可以和触碰到的一切物体进行互动。这种互动并不仅仅只是单纯的体积碰撞，而是你可以凭借主观意志改变它们的位置，甚至是在物理规则的范围内改变它们的形状或状态。我知道你们想到了什么，我的世界或者森林，对吗？但完全不一样，它是真正意义上的沙盒，不是像素点和贴图拼接的积木。单就这一点，沙盒玩家入手这款游戏就绝对血赚不亏。再说最关键的内容，首先，无论玩家还是怪物，都是没有 HP 条和 MP 条设定的，也没有可视化的属性面板，至少封测阶段没有。不过在实际游戏中，不同玩家的初始属性是存在差异的。比如，有的玩家拥有更强的力量，有的拥有更高的感知、敏捷或者其他还未发现的隐藏属性。我推测等到内测版本，应该会上线职业系统、武器系统，允许玩家根据自己的属性天赋开发自己的玩法。再接着是 NPC， 目前封测阶段，游戏内的 NPC 只有2个，一个是代号为曙光的管理者，还有一个是他的助手，名字叫霄云，是个仿生人形机器人。目前可以确定的是，2个 NPC 都有很高程度的智能，能够和玩家正常交流和互动。我估计这里面应该有隐藏的好感度设定，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想，还没有得到证实。除此之外，让我比较在意的就是痛觉了。虽说是100%真实的游戏，但有些地方做得太真实也不好，尤其是我这人比较怕疼。不过这游戏的设计就很人性化，痛觉虽然伴随着触觉一同存在，但却存在一个保护阀值。比如我试着用石块划破了手背，并没有产生痛感，反倒是掐了自己一下会有点疼。我估计游戏应该是某种保护机制，让超限的疼痛无法被大脑的神经中枢捕捉，当然也可能是人体本身的自我保护机制。这就好像在梦中，我们虽然会感到疼，但不会超过忍受限度。至于游戏的复活机制，我暂时还没有尝试，但听说每次死亡都会扣除一定贡献点，而且复活 CD 长达3天。贡献点其实都好说，做任务可以获得，但惩罚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反正我是不太想尝试的，哪位勇士感兴趣可以自己去试试，也许能解锁不一样的玩法。最后我想吐槽一下，为什么角色都是纯爷吗？谁他妈想看大老爷们儿的国体？强烈要求游戏官方允许玩家设定自己的性别。666，牛批！这游戏真有这么屌？我他妈买10份！我不信！不信加1，除非给我个封测资格。我刚才在工作，没注意看群里，来日方长兄弟说的基本上没什么问题，我就补充2句吧。操，光哥！什么情况？当上狗管理了？首先是关于玩家角色和属性，确实像来日方长兄弟说的那样，游戏确实有角色属性和等级设定，并且每个玩家的初始天赋都是不同的，这个可以在终生点，也就是玩家醒来的培养舱或者官网查看。存档的方法则是躺在培养舱中接受扫描和体细胞采样，大概需要1到2小时时间，这个过程会在玩家下线之后自动进行。我们预计将在内测阶段之前试装更快捷的属性查询机制，以便让玩家实时掌握角色的状况，丰富可玩性。至于自定义角色外观和性别，很抱歉，这个目前没办法做到，就像投胎没法决定一样，游戏中的身体在设定上由于载入 DNA 决定，如果对角色外形感到不满意的话，
可以考虑整容手术，甚至是一体改造，后期游戏会增加该功能。另外，从艾伦测试阶段开始，玩家可以在预约等级页面，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设置自己对力量、敏捷、体质、感知、智力5项属性的倾向性。如果选择力量，则有更高的概率获得力量系天赋，并且初始角色拥有更高的力量。如果没有倾向性，也可以选择均衡的类型。至于性别，角色性别和玩家性别是一致的，玩家无法自由设定。这主要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生理结构的差异会导致协调性问题。与此同时，由此而产生的性别认知障碍风险和社会舆论风险，也是我们不愿意承受的。卧槽！别啊，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我可以签风险认知书啊！别打岔。就是，求求你可先闭嘴吧。以上就是我刚才开会时讨论得到的结果。另外，下一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会添加好感度系统。好感度？啥意思啊？还能和 NPC 搞对象？你别整天就知道对象。好感度的意思是 NPC 对玩家的评价，具体表现是玩家的行为会影响 NPC 对玩家的看法，尤其是部分关键 NPC。当好感度足够高时，不但可以获得额外奖励，甚至有可能触发隐藏任务，解锁隐藏的职业路线。你们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或者比较关心的地方？有。那个贡献点到底是什么？是货币吗？还是类似于经验？游戏的经济系统还在设计中，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套从生产到流通环节完全真实的经济系统，让生活职业玩家和战斗职业玩家都能够完全体验游戏的乐趣。至于贡献点，你可以理解为封测阶段的特殊货币，主要是用来测试现行的任务系统。除了用于购买副货币之外，我们的策划团队也在考虑推出一些只能由贡献点兑换的特殊奖励，作为对封测玩家的回馈。时间不早了，加了一晚上的班，我得去睡一会了。对了，那个方长，你的攻略写得不错，不如发到官网上。现在官网已经开放了论坛系统，注册账号就可以在上面发帖，好的帖子管理员看见了会加金。OK， 我这就去。真的假的？原来日方长这种高手都来推荐了，看来这游戏值得一试。等等，整容手术、一体改造，这些都是当前时尚界的新主题和新风格耶！有了，终于找到灵感了，太棒了，这实在是太棒了！灵感，我这就预约这些游戏。发电机？你问那玩意儿干啥？最近看了本小说，是末世题材。我想知道，如果真的发生类似情况，幸存者该如何解决电力问题？小说里的东西你较什么真？看作者怎么写不就完了？不过你这个问题倒挺有意思。末世？那得具体看是哪种类型的末世，以及世界末日之后的第几天了。设定上是核战之后的200年。200年？核战？那恐怕有点麻烦了。未经保护的电子设备会因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损坏，越是精密的仪器越难以幸存。有办法吗？有是有，比如一般小区物业或者餐馆都能找到备用的柴油发电机，这并不是什么很精密的设备，但200年估计早就被人搜刮过了吧。而且就算没被搜刮过，长时间没有维护，里面的零件80%也得老化了。而且燃料也是个问题，末世200年总不能指望加油站里还能找到汽油。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什么办法？一般来说，每辆汽车上都有一台可回收的发电机，只要让转子旋转起来，就能产生稳定的12直流电，修一下应该就能用。小规模发电，比如照明什么的，12电压也足够了。如果能找到逆变器，把直流电转化成240交流电也不是不可以。话说这个有必要记笔记吗？不用在意，您请继续。之前总听人说出院的都是怪胎，尤其是机器人眼风，我还觉得是刻板印象。现在我倒是有点信了。今天我们为北海的今天安养，明天我们就要让叔叔付出代价。
恭喜您解锁成就新手引导员，玩家登录首日连续在线时长超过8小时。我了个擦，还有这好事，一觉睡醒又能抽盲盒了。求求你了，终极盲盒，可千万别特么抽个止咳糖浆出来。肌肉细胞强化注射剂，小幅度永久提升肌肉强度，使用间隔24小时，多次使用效果递减。永久提升肌肉强度，这就结束了，也没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难道是过期了？毕竟已经是200年前的东西了。可以，基因开发进度没变，力量和体质分别增加了1个点，有点东西。算了，先把那该死的日常任务给列出来吧。收集木材每米1点贡献，寻找出水容器1到10点贡献，搜寻可回收利用废品1点贡献点。大功告成，万事俱备，只欠韭菜。不对，玩家们上线。日常任务暂且就先这样了，关键的是剩下的那个支线需要1台10千瓦功率的发电机，电力可是个大问题。总不能避难所里是未来时代，地表上还在过原始社会的生活，没有电和原始社会也没啥区别了。还是想想发电机的事该怎么解决吧。果然，我的基因序列是力量系，初始值就有7个点的力量，不过智力属性只有3，但我也没感觉自己笨。Nice， 你这句话听起来就不太聪明。话说你这毛长得也太快了吧？我也不知道是啥情况。话说这里有没有刮胡刀？显然没有，要不你用斧子试试。给爷滚蛋！话说我居然是敏捷系，我还以为我是智力系的。我是智力，3个点的力量会不会太低了点？7点智力，我也没感觉自己变聪明了。我是感知系，话说感知属性有啥用？能预知未来。应该是对危机的直觉。你忘了昨天是怎么躲掉那只异种的偷袭的吗？这个属性运用的好，说不定会相当牛掰，只不过在你手上可惜了。滚犊子！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告管理者大人，404号避难所增援地表先锋小队已集结完毕，请您指示。我操，什么情况？难不成是昨天说的好感度系统他们听进去了？同志们，时间紧迫，我长话短说。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工作堆积如山，但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为了不影响后续的计划，我们要赶在冬季来临之前完成我们在地表的前哨。食物、饮用水、燃料，这些都需要储备，还有建设防御工事和地表住所。需要完成的工作我都已经整理在了计划表上，你们可以在避难所门口的告示牌上查看。基本情况就这些，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没有的话，我们就出发。等一下，管理者大人。说，请问厕所在哪？没有茅坑，太特么难受了。纸也没，老子还是拿叶子擦的，差点没给刮出血。+1。操！我怎么感觉火辣辣的？你们有没有感觉？没有。没有。你是不是用前麻叶擦屁股了？啥是前麻叶？没什么，忍一忍就过去了。兄弟们，有空一起拉屎。管理者大人，我提议我们应该盖一间厕所。附议。我也赞成，而且有了厕所，我们还可以挖一个大坑，把粪便收集起来，在里面搬入草木灰和墨屑堆肥，让好养细菌和真菌分解有机物发热，杀死粪便中的致病微生物和病原体来制作肥料。没错，而且不只是生产肥料，我们还可以将一部分粪便和有机物残骸混装密封起来，让厌氧细菌将其转化成可燃的甲烷。我老家那边的沼气池就是这么弄的，生产的沼气可以照明，还可发电。这个主意不错，可以采纳下。管理者大人，关于发电机的事情，我这边有个想法。说说看。一般汽车都会有车载发电机，我想知道这附近是否有公路。
或者停车场也可以。如果能找到汽车的话，这个问题应该很好解决。汽车倒是不难找，我们这附近就有停车场，但那里的汽车我都看过了，没有什么值得回收的东西。我想试一试，万一找到能用的发电机，我们在地表的前哨就能用上电了。那你去吧，不过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去。这样吧，夜市你和狂风一起去停车场看看吧。是，管理者大人。管理者大人，那我们现在是继续砍树，还是？今天就不砍树了，得先把厕所的问题给解决了。这样，你们先去拿铲子和斧头过来，我教你们该怎么弄。都这副模样了，还能找个鬼的发电机？要回去吗？来都来了，先看看再说。怎么了？好像是电动发动机，但又好像不是。话说你懂车吗？我连驾照都没考，哪懂这个？你不是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吗？没买车？我住单位宿舍，就一辆自行车。有点奇怪，我找不到电源。我大致能找到发动机，但没找到电源。会不会是被拆掉了？毕竟这都是废土200年了，有幸存者光顾过这里也是很正常的吧？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其实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游戏背景设定中，战前社会的科技水平足够发达，没准已经到了能用远程电源取代固定电源的程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指望从废车身上淘到发电机，现在来看是不太大喽。粪便和尿液得分开储存，混在一起容易形成泥浆，而且尿液是无菌的，可以直接浇灌作物。不过今天就先这样吧。还有洗澡也是个问题。附近1公里之内有水源，但水源附近有不少异种，取水的时候得格外小心。管理者大人，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一下安全方面的问题。从昨天我们碰到的那只异种来看，这片废土上并不安全。废话，这还用你说？我知道，但卫生的问题也不容小觑。避难所里可没有足够的药物储备，如果引发传染病，后果会很严重。说起来，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问，这么大的避难所，为什么一点物资储备都没有？而且我们一直在B1层，其他楼层呢？其他楼层暂时没有开放，以后会开放的。怎么样，找到发电机了吗？没有找到，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这玩意你是从哪找来的？停车场附近有一处混凝土结构的下水管道，大概有2个人那么高。管道里面长了不少这种蘑菇，我不确定能不能吃，就摘了一点回来。它的名字叫蓝伞菇，学名蓝色天使。听说吃了它的人，最多1小时就能见到真正的天使。不用怀疑，除非你是百毒不侵的变种人，否则这东西肯定不能吃。你们应该庆幸没有继续往里面走。这种蘑菇通常生长在变异水质的巢穴附近。变异水质？幼年期的变异水质只有巴掌那么大，除了口气特殊之外，看起来和正常水质没什么区别。然而一旦进入成年期，其尺寸会迅速增加至1米以上，最长甚至能到3米，其进食方式也会发生改变，听说甚至能一口吞下一个活人。当然，我也只是听说。不能吃吗？我还以为可以加爆。别想太多，这玩意虽然不能吃，但却是制作消腹剂的主要原料。具体原理我也不清楚，从贝特街的老查理那里听说，蓝伞菇含有一种特殊的多肽类物质，能够有效缓解并治愈伽马射线造成的非致死性损伤。Nice。一般情况下，巨石城的商队会收购这玩意，而且开出的价格还不低，通常是运到巨石城卖给那里的工厂。只不过这东西实在不好弄，很少有拾荒者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沼泽地或者地铁下水道搜寻变异水质的巢穴。不好找是一回事，找到了没命带回来又是另一回事。就算是生活所迫，也没人愿意和这些吃人不吐骨头的畜手们打交道。你还记得那个下水道入口的具体位置吗？记得。行，
回头有时间你记得标注在 BB 小字上一下。狂风和叶时带回来的蓝伞菇估摸着有2公斤，一般行情每50克能换到1点筹码，2000克就是40枚筹码。对了，我们前哨站的物资需要补充，我得出去一趟，你们留在这里，记得不要走远。下午5点，肖云会准时为你们打开电梯，返回避难所的。我不在的时候，肖云会统计你们的工作成果，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他。狂风、叶时，你们2个干得不错，每人各220贡献点，其中200贡献点是因为发现了变异水质的巢穴，另外20贡献点是蓝伞菇的。是，管理者大人。你在想什么呢？看管理者的态度，这蓝伞菇应该也不是毫无用处，但任务给你们的奖励却只有20点贡献，相当于砍2棵树，你觉得这合理吗？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有，正常来说，玩家从任务中得到的收益应该是与任务的难度成正相关的。你们不但解锁了新副本，还采集到了高价值物资，常理上来讲，不至于只有这么点奖励。那你觉得是为什么？是优先级。优先级。没错。你还记得之前剧情中管理者说的话吗？当前的第一要务是生存。有吗？好像有吧。所以我猜测，任务板上的任务并不是全部任务。这个游戏给了我们很大的自主权，任务不但可以由 NPC 发布，还能够主动触发。理由呢？你们不是已经收到奖励了吗？虽然没有找到发电机，但发现了一种巢穴，并且采集到了有价值的物资。所以我判断，只要我们的行为满足404号避难所的当前需求，就能够获得贡献点，并且奖励的数值是和我们行为创造的价值是成正相关的。比如修建粪坑和厕所，就是管理者采纳了我们的意见之后发布的任务，我和老白都拿到了200贡献点的奖励。好像是这样的，我大概懂你意思了。但完成任务板上的任务，不一样可以获得贡献点吗？而且点数还不低。这就是我要说的第2点了。你还记得策划和我们说的好感度设定吗？原来如此，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把话讲清楚啊！你们到底明白啥了？简单来说，按部就班完成任务板上的固定任务，虽然能够获得固定的保底奖励，但无法展现我们的能力。相比之下，主动触发任务更能体现我们自己的能力。理论上来讲，应该能提升管理者对我们的评价。当然，这些推测都是基于《废土 OL》是一款完全真实的沉浸式虚拟现实游戏，而管理者行为是由程序逻辑支配，非人为设定。如果它的智能程度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高，这个推断很可能就不成立了。不过目前来看，管理者的智能程度还是挺高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甚至都忍不住要怀疑，这家伙会不会是真人扮演的了？这个思路有点意思，值得尝试一下。那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具体该怎么做，我也还在摸索中。不过直觉告诉我，相比起贡献点，在第2轮封测之前积累更多的 NPC 好感度更加关键，这能保证我们在第2轮封测拥有比其他玩家更高的起点。我提议组队。我没意见。组队的意思是，简单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是一支队伍，大家情报共享，互相帮助。我也赞同。狂风、夜时，你们沿着湿地公园的湖岸侦查，注意观察一种分布情况、活动轨迹。如果发现疑似巢穴的区域，标记出来。但记住，千万不要靠得太近，尤其是避免发生战斗。我们需要一个安全的取水点。至于我和老白，现在要做的是多砍点木头。等一会儿下线了，我去网上查些资料，明天想办法把囤的这些木头给利用起来。你们还看个屁！还不快点来卸货！动作麻利点，别耽误了咱李总的行程。李总，我代表镇长和贝特街欢迎您的到来。克罗人。查理，这女的是你们镇长要的货，好好送过去。还有，你告诉他，这种上等货现在是很难找的，给我好好爱惜点，别没几天就给他玩残了。
没问题，您请放心。别躲了，出来！别开火，我没有恶意，只是想和你们做笔交易。交易？你是贝特街的拾荒者？是的，我叫楚光。我不关心你叫什么，而且我们也不做小买卖。这点东西，你还是扔给你们那个叫查理的老头比较好。李总，您确定这2公斤的东西您不要吗？可以啊，你从哪弄来的？下水道便衣水质巢穴的旁边，但就算我告诉你在哪，你愿意去吗？只是随口一问，别介意。你打算怎么卖？贝特街的回收价格是每50克1点筹码，但这玩意的真实价值绝对不止这么点。这里有2000克，我要200点筹码。成交。什么情况？这就同意了？我操，这狗日的镇长卖给这些商人们的价格肯定不止这么点。这帮知人不吐骨头的水蛭，我热烈的骂，祝你今天晚上硬不起来。交个朋友吧，我叫李斯特。谢谢，我叫楚光。我知道你刚才说过，我很少直接和拾荒者做生意，但你是个例外，我对你很感兴趣。那么首先，我希望今天我们交易的事情不会被那个叫查理的老头知道。他当然不会知道，我也不想惹麻烦。哈哈，你是个聪明人，我现在就可以支付给你200点筹码。不过，反正这些筹码你也是拿去换东西，不如直接在我这里买，还省得被中间商赚差价。这里还有些剩下的物资，我可以算你8折，如何？我需要武器，你有吗？当然有，你要哪一种？枪，这武器。枪是吗？点308口径的铁管步枪如何？已经改了半自动模块，只需要200点筹码。我还可以送你它配套的30发温切斯特步枪子弹。额外购买子弹的话，1点筹码1颗，这个价格绝对公道。打8折？这已经是8折了。如果你要是嫌贵，我这里当然还有便宜的，比如价值100点筹码的铁管手枪，口径点38，同理发射的是点38口径科尔克手枪子弹。对付掠夺者还是很好用的，但不是很推荐用来对付一种。当然，如果你手头上还有闲码，也可以考虑我们这次货物里的顶配 M1903春田步枪，可以加装倍镜变成狙击步枪使用，价格350筹码。一把点308口径的铁管步枪，再加配套的60发温切斯特步枪子弹。除此之外，我还要25点筹码购买食物和其他补给。变异水质的巢穴里可不止2公斤蘑菇，但我只能采到巢穴附近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想让我投资你？有趣。为什么不呢？我敢打赌，即使是按照这个价格，你仍然能赚不少。而且如果你答应我，我下次可以带来的货将是今天的10倍，你难道不心动吗？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从我的手中拿走筹码，你是个例外。20公斤的懒散故事们，就当是投资吧。我等你的消息，月底我还会来一次这里，而且不出意外，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希望那时候能见到你。对了，20公斤的懒散菇，我就算你2000点筹码好了。你可以在我这里订货，没必要捡别人挑剩下的。我如何知道你有什么货？上面有照片，左右滑动挑选，你会用我就不教你了。我保证这些货的质量都是没问题的，但不保证你实际收到的货物和照片看起来一模一样。选好了，10千瓦功率的木柴发电机，以及一套科伊莫洛托夫动力外骨骼。放心，我不会把它带回贝特街。你怎么处理它与我无关，反正就算你说是我卖给你的，我也不会承认，最后倒霉的还是你自己。时间不早了，后会有期。等等，我想问下，我刚才订购的那些东西打8折吗？你看的价格就是打折后的。你大爷的，看老子以后怎么宰你们这帮奸商！新到货的肥皂，去石城化工厂生产，只要3点筹码就能洗干净你们身上那些令人作呕的臭味。赶紧买1颗回去给你们老婆用吧，只有30颗，先到先得。食用油
别管是什么东西炼的，都是新鲜的好东西，从布朗农庄运来的，每升只要10点筹码，贵了点，但贵有贵的理由，你们最好找人拼一下。让我看看。对了，还有粗盐，拇指大的一块，只要5点筹码，别管是怎么来的了。你们还想吃多好的吗？都来买吧。还有烟叶，不管是自己抽还是用来熏肉都不错，也是布朗农庄。算了，你们自己挑吧，我歇会儿。动员令，镇长大人的动员令，月底之前每户需上缴100公斤木柴，2方的毛皮，各位记得互相转告。看来镇长是打算赶在今年最后一批商队来之前再捞一笔，拿着换来的物资过个肥年。不过和我没什么关系了，冬天之前我就会离开这里。哎，可怜了这里的人们，或许有一天会有人来解放他们吧。臭丫头，让开！不让，这不是你家，也不是你家。对，他有拜托我帮忙看家。死人的家有什么好看的？你闭嘴，他没有死。少骗人了，那个外乡人已经有4、5天没回来了。你们余家不就是想分一杯羹吗？我又没打算一个人独吞，这样横子的横梁和正门归我，其余的你们拿。死人的房子没人住，通常会被街坊瓜分了。混蛋，不可能，想都别想。谁说我死了？他昨天就来了，想把你家拆了。谢谢。小王，你是自己走还是我送你？妈的，这家伙孤家寡人一个，根本没有弱点。这几天麻烦你了。麻烦，反正我也没别的事做，你出门的时候我都可以帮你看着。哈哈哈！这几天你都不在，我还以为你死了。看来你的直觉不太准。我得和你说一声，镇长刚才颁布了动员令，月底之前每户要上交100公斤木柴和2方毛皮。我回来的时候听说了。那就好，我们刚才在和李家商量，打算去北部的林地碰碰运气，据说那里有鹿群迁徙的痕迹。如果能逮着2只，不只是皮，还能弄到肉，要一起吗？北部，那不就在避难所附近吗？谢谢，还是不了吧，我自己想想办法。行吧，我能看出来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但一个人再有本事也是有限的。王家的小子敢欺负你，就是仗着人多势众。这样吧，我妹明年就到嫁人的年纪了，不如你把她娶了。这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如果你着急，今晚办酒也不碍事。不必了，我目前没有结婚的打算。不是哥们，我娶小鱼，真的假的？哎，那行吧。避难所里出来的人，脑袋都挺好使的，又像那个叫查理的老头，我记事起他就在帮镇长做事，是街坊眼中的大人物。查理老头说，楚光也是从避难所里出来的，那应该不会有错。想来脑袋肯定也很好使，他要是能和妹妹生个儿子，以后余家说不定也能出个像查理老头一样的大人物。小鱼，哥问你，把你嫁给隔壁的楚光大哥，你愿意吗？可以啊，反正就在家门口，也不远。家人不过是换个地方睡觉，并没有什么差。说不准还能多得2块糖。那哥再帮你劝劝他。行，大哥和老爹那边我去说，但你也别光在那干等着，有时间去找娘学学怎么烙别。你在吃啥？给我也尝2口。不给。我听说刚砍完的木头，如果不经过处理，会开裂变形。那一般是怎么处理？烤干木材里的水分，或者2头刷漆等木材自然风干，也可以丢水里泡着，干捞起来会比较难处理。希望这几天不要下雨。哟，你们回来了，这是啥？灵符东边有一条河，BB 小子的地图上没有标注，应该是最近200年间形成的。
整个东面到南面的湖岸线，我们都探索了一圈，一种活跃的区域和疑似巢穴的位置都标在 BB 响上。那这桶里的是？我在河边发现的。我突然想到，也许可以用这玩意儿来当建筑材料，就带回来了。这东西当不了建筑材料，水一冲就没了。不过这玩意可是个好东西，咱们的窑炉有着落了。窑炉？你们这是要？我和老白商量了下，打算炼水泥。这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这不是沙盒游戏吗？泥巴到这就行了。你们再去弄几桶回来，方丈帮我剪些树枝，动作快点。好嘞。这是做什么？烧炭，没有煤，咱只能用炭来代替了。想要炼水泥，烧木头是不行的，咱们得先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你咋还懂这个？看不出来啊。小时候在老家玩过。玩过还行，谁没事玩这个？你也别闲着，咱再整几座窑，顺便把明天烧水泥的也给弄出来。好的。OK。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为啥管理者让我们想办法弄个澡堂的。要不咱去湖边洗个澡再下线。我赞成，不过说起来管理者呢，马上就要到下线的时间了，他怎么还没回来？也许是有什么事情吧。那咱们该怎么让他知道咱们这一下午的劳动成果？这倒是不用担心，我已经和那个叫肖云的机器人讲过了，他表示已经统计了我们的成果，会将情况如实汇报给管理者。那我就放心了，兄弟们，出发！有什么事吗，小玉？我二哥让我拿给你，他说让我说是我做给你的。给我的吗？谢谢。不要。哎，退一万步来说，如果没有404号避难所，没有系统，没有玩家，孤立无援的我也只能试着融入这里的社会。可我也下不去那个手，太瘦了，起码再养2年。你可别死了！这家伙不好对付。阿光哥，路上小心。谢谢。我需要7公斤青麦，至少21点筹码，还有腌制肉食的烟叶。4点筹码能换多少？没买过。1点1两。那来4两。食物是发展的关键，只有多准备粮食，才能招募更多的玩家来给自己干活。幸存者们不可能天天喝青麦熬的稀饭，就算他们扛得住，自己也扛不住。现在有了枪，打猎会比以前容易许多。阿光啊，我记得你几天前才买了5公斤青麦吧？有什么问题吗？没什么，多存点钱挺好的。他宝贝的，自己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带回来有用的垃圾或者其他收获了，却连续2次购入了大量物资。镇长或许未必会注意到自己这个小人物，但其他人心里难免会生出疑惑，自己从哪来的这么多钱？路上小心。喵了个咪的，大意了。超过10枚以上的筹码，对于拾荒者们而言，已经是一笔不菲的巨款了，因为他们通常存不下来钱。然而自己却连续2次拿出20枚筹码以上的巨款，购置自己短时间根本消耗不完的物资。老查理对自己还算和善，毕竟都是避难所里出来的，但他终究是镇长的仆人。可惜那个叫李斯特的商人只收粮食，卖的都是巨石城的工业品。或许我应该去布朗农庄碰碰运气。饱了个背的，7公斤的青麦和10升饮用水，再加上子弹和铁管步枪，足足有20多公斤重，压在肩上沉甸甸的。有的时候还蛮羡慕美墨消失的光芒里的那些主角，能背着一大堆东西在废墟里跑酷，而我自己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走。或许下次应该买头婆罗门，就是不知道李斯特那家伙卖不卖。这是啥？我不记得自己有交代过建炉子的任务。管理者大人，您总算是回来了。
我在外面耽搁了一晚上，你们这边情况如何？有遇到异种或者其他幸存者吗？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意外情况。管理者大人，那4座半人高的炉子是用来烧炭的，旁边带鼓洞口的炉子则是用来高温煅烧水泥的粗料。我们将树皮烧成草木灰，然后加入水中搅拌，过滤掉上层的假碱水，剩下的泥浆挤干水分，得到制作水泥的氢氧化钙和碳酸钙。接着，我们把这些原料加入高炉煅烧成橙红，然后和河边捡来的沙土混合，加入水拌匀，就得到了草木灰水泥。我们计划用水泥来修补疗养居民区的围墙。对了，那些过滤掉的假碱水，我们也用容器收集起来了。这玩意儿可以用来揉制皮革，非常的好用。你们做得很好。涨了，好感度肯定涨了。为了文明的延续，能为您分忧是我等荣幸。说得好，为了文明的延续，也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我去下面把物资放一下，你们的计划很不错，放心大胆的去做吧。遵命，管理者大人。你们也注意一下劳逸结合，别太累着了。为您效劳是我等使命，这也是我在人联旗帜下的宣言。宣言还行，你见过人联旗长啥样吗？好的，很有精神，去吧。恭喜宿主完成日常任务，囤积木材，奖励点+2；烧制水泥，奖励点+5。系统所有奖励点全部兑换初级盲盒。食盐是个好东西，贝特街能买到的盐都是从巨石城运来的粗盐，品香蜡黄，贵不说，质量还差，苦味甚至能盖过咸味。这种白花花的精盐通常价格不菲，一般幸存者根本消费不起。要是能再多来点就好了，这点量做菜还凑合，做腊肉或者香肠就有点浪费了。当然，拿去交易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白花花的精盐至少能换成10倍乃至20、30倍重量的粗盐。不过想了想，还是算了。河谷行省是内陆行省，盐这种东西是仅次于军火的暴利，没有足够的实力，想做这生意有点不太理智。什么情况？老白居然升级了，砍树还能升级的。好家伙，预约人数居然涨了。群里咋突然多了这么多新人？大佬们，请问那个游戏怎么预约啊？要花钱吗？宝贝的，都是奔着废土网游来的。群名可以改成废土 OL 玩家群了。封测阶段不用花钱，以后不知道注册个账号填个表就能排队了。至于什么时候能排到，看脸。哎，服了，真有人气。叶师兄弟，你们昨晚上线了，有测试新内容吗？测试了，测了一晚上，我们把水泥给整出来了，哈哈，你们方长吗？我要上课了，回聊。水泥不是捡垃圾吗？说实话，这游戏在真实性方面的表现出乎了我的意料。和大多数沙盒建造类游戏不同，在废土 OL 中原木不会自己变成木材，合成木炭也不是简单的将木头丢进炉子里就能一键合成，而是需要先修一座炭窑，烧制方法和现实里也基本一样。制作水泥也是没有一键合成的工作台，而是需要从烧制草木灰开始。宝贝的，这么真实的？没错，就是这么真实。战斗系统暂时还没测试，但就沙盒玩法，目前我和老白他们还没发现这款游戏的上限。理论上讲，就我们目前接触到的一切材料，都能够根据现实中的物理化学规则进行改造，而且这些对地图环境的改造还是永久保留的，不会被刷新掉，这也是最让我惊喜的。啊，笑了，真有这么牛踢？老子能在废土上盖一座精灵城。我也不信，太离谱。少吹牛，等你进游戏就知道了。这游戏是老子见过最干的，所有材料全靠手打，而且不支持挂机。玩别的游戏你能开着电脑挂机刷一晚上的怪，但玩这个游戏砍几棵木头就能累得你手都抬不动。确实，这点我深有体会。听你们说的好想玩啊。我无光哥，我知道你在窥屏，给你跪了，求求给个机会吧。耶，奇怪，这里有个人不聊游戏，却在和别人聊木头，貌似还是个木工，有点意思。有了。朋友，有兴趣参加封测吗？
你哪位？我是废土网游的策划。倒了个背的，你就是策划？兄弟，怎么策？要钱吗？我没钱的。不用花钱，填个表就行，我把链接发你。然后呢？还有啥程序不？没了，预约编号发我一下，我这边在后台帮你标记上，3天后上线我会通知你。制作克隆体需要3天时间，现在木匠有了，前哨站还缺点啥人才呢？哈哈哈哈！铁子们，小严达到封测资格了。什么？凭什么？明明我更先预约的。大家稍安勿躁哈，封测也是为了大家的游戏体验。现阶段我们需要测试游戏各项系统是否完备，所以需要一些具备特殊领域知识的玩家来充当小白鼠。我也能当小白鼠啊！我7年驾龄。切，你7年驾龄算的鸟，老子还会砍挖掘机呢！你们都别吵了，你没发现这个我猜真有文字，是昨天才加的群吗？没准是管理的小号，什么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游戏都是假的。看空间不像是小号。光哥，给您跪了，给个机会吧。再等几天吧，等几天会有100个资格放出，相信我，大家都有机会的。对了，我们这还缺个厨师，测试烹饪系统。争论足足持续了有半个钟头，直到一位老哥晒出了自己的新东方证书才算平息。这东西确实比吹牛逼更有说服力。楚光当即宣布了第6个封测资格的归属，私信问到预约编号之后，便光速下线了。主人，您可算来找我了。不是，你什么情况？霄云只剩1格电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啥呢？等一下，我这上哪给你找充电的地方去？我的身上有无线充电接口，回避难所里待一会儿就可以了。那你干嘛不自己走？你不是有腿吗？行走会消耗电力，说不准还没到避难所里我就躺平了。难怪自己在避难所里一个插座都没见着，桌上那台没主机的电脑也从来不见没电，感情都是高科技，虽然无线充电也算不上什么高科技就是了。对了，主人。又咋了？我突然想起来，避难所的动力系统好像采用的是核聚变堆芯供电。核聚变？所以里面的电能用很久很久。可以，那是好事，说不准以后我还可以把里面的电给透出来。虽然但是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好事儿。什么意思？因为现在已经是2340年了，相对于避难所建成的年份来说，已经算是很久很久以后了。什么鬼？如果电用完会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这么重要的问题，你特喵的居然说不知道？难道就没有一个紧急预案吗？因为按照计划，100年前这座避难所就应该打开了，但不知道为什么推迟了整整1个世纪。其实你也不用太悲观，404号避难所的动力室应该是在避难所的第3层，只要您解锁到了那一层，及时更换燃料棒就 OK 了。他宝贝的，我上哪去弄核聚变燃料棒去？这都已经是废土纪元的211年了。总会有办法的吧？管理者大人，您来了。我刚才下去了一趟，这些是你想的主意。不，是大家的功劳，不必谦让，我都看在眼里，组织会记住你们的功劳。另外，我将代表组织给予你们每人1000点贡献点奖励，作为解锁水泥建材的表彰，并且从现在开始，你就是404号避难所前哨站的建筑队长。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一定竭尽全力，尽我所能建设我们的家园。很好，现在我需要你告诉我你的计划。是我是这么想的，考虑到废土上到处都是生锈的钢铁，于是我们便将搜集到的铁锈和木炭混合，用后者充当还原剂，通过煅烧的方式来制铁，再将炼出来的铁渣与草木灰水泥一起煅烧。这样一来，虽然看似增加了水泥的生产成本，但通过这种方式烧制的水泥可以用来制作更耐久耐高温且产量更大的水泥窑。只靠这几座土窑就想生产大批量的水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打算将前期生产的水泥全部投入到生产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提高水泥的产量。这想法不错，可是光用树皮的话，够生产多少水泥呢？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更专业的水泥窑，
能产生1450度高温的那种，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烧制石灰石和粘土来制作碳酸钙水泥，彻底替换掉草木灰原料。你考虑的很全面，就按照你想的去做吧。对了，最近会有2名新人结束休眠，加入我们这支先遣队，我打算举办一场小小的宴会来欢迎他们，所以需要弄一点野味回来，总不能请他们喝粥。谁愿意和我一起去打猎？好家伙，我刚任命的建筑队长都把手举起来了，用不了那么多人。叶师你来吧，你是感知系的。遵命，管理者大人。你们的任务也很关键，水泥是前哨发展的重中之重。沃头暂时够用了，伐木的工作可以停一停，我需要你们全力生产水泥，可以做到吗？保证完成任务。很好，不愧是我钦定的玩家。我们不是去打猎吗？是的。那为什么离森林越来越远了？因为前面才是森林。这里才是真正的森林，从这里开始就得小心了。有情况。发生什么事儿了？有幸存者活动的痕迹。其他幸存者？是废土上的原住民吗？你大可不必这么兴奋，这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这种地方，陌生人比异种更危险。半锁是瓶盖地雷，含留过量的火药以及图钉和铁片。变种人还是掠夺者？一般幸存者可不会在聚居地附近部署半锁地雷，这种东西很难伤到嗅觉灵敏的异种，换句话说就是对人的。从残留的气味来看，爆炸时间应该不久，最多5小时甚至更少。你们从地下出来的时候，有听到爆炸声从东边传来吗？没有。你在这里等我。您要干什么？我侦查一下前面的情况。管理者大人，我可以和您一起。叶氏，这是命令，你待在这。小型变种人聚居地，这些家伙不好惹。任务：剿灭位于76号街的变种人部落。类型：支线。奖励：200点奖励点。等等，在避难所外也能触发任务，不过这200点奖励点有点牛批。好。召唤100名玩家的支线都只给到100点，这个奖励却给到了200，很明显这任务不是那么好完成的，搞不好里面就藏着大坑。老子又不傻，我可不会上这么明显的当。管理者大人，您到底看见了什么？是变种人的营地。那我们就这么走了？不然呢？和他们打一架，输了被扔进油锅。用脑子想，我们只有1把枪，而且还只有1个人能打。现在招惹那帮畜生不是个好主意，我们需要更充分的准备，集中力量把他们给撤了，从此一劳永逸。谢联盟，刁你公龟！变种人的营地居然就在76号街公园东门的正对面。无论如何，我们都得小心了。这是石灰石，好东西。如果能把这些石灰石全炼成水泥，盖2栋楼都不是问题。只要老白那边解锁了烧制硅酸盐水泥的技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或许都无需为水泥的原料发愁了。2条变异猎狗，以及1条好消息和1条坏消息。
你们想先听哪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湿地公园东北方向沿着出城高架一路向北，有一座未完成的工地，我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工程用的石灰石，应该是经过脱硫处理的那种，还有一些废弃的手推车，修一修应该能用。太好了，我正愁找不到炼制碳酸钙水泥的原料，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快就解决了，而且还是现成的材料。那坏消息呢？湿地公园正东门，沿着76号街继续前进，是变种人的营地，粗略估计数量在20往上。变种人是敌对势力，他们战斗力强悍，最关键的是吃人，大大的可怕。总之，我们必须小心。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些变种人不是我们现在能对付的了的，等级至少在10以上，贸然接触不但会白给，还会暴露我们的位置。从现在开始，所有人禁止靠近76号街，也禁止从湿地公园东门外出，直到威胁解除为止。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有什么事吗？狂风，可以给我一点猎物的血吗？血？你要那东西干什么？我想验证一些猜想，需要用到。拿去吧。多谢。尊敬的管理者大人，在您英明的指导下，茄哨站的水泥窑已经基本完工，等到明天水泥风干，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烧制第一批水泥。很好，多亏了你们，我们离复兴人联的伟大目标又前进了一步，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组织会记住你们的功劳。越来越觉得自己画饼越来越熟练了，不过玩家们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在画饼，看样子他们已经从重建家园的劳动中探索到了新的乐趣。说白了，沙盒游戏不就是这样的吗？看着家园一点点变好，也是乐趣的一部分。能抢先体验这种划时代的沉浸式虚拟现实技术，本身就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啊。避难所现在实在太穷了，我真拿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奖励给他们，也只能先画画饼，发点空气币啥的。变种人新势力更新，管理者在76号街遭遇变种人聚居地，已确认变种人是敌对势力。变种人长啥样的？官网上咋还没更新？牛批，敌对势力有了，内测应该也快了吧？好想玩。具体长啥样还不知道，我也没见着。不过大家别慌，官网肯定会更新关于变种人的情报的，我这边也在等消息。其他3个人呢？今天咋就你一个人上线了？不知道，老谢好像研究水泥去了。狂风早上应该是有课，方丈不知道，这家伙一直挺神秘的。你特么再叫我老西试试。见得好。再等2天也就能参与测试了。加一。操！把这2个炫耀狗也给禁了吧！太可恨了，明明是我先预约的。没救了，真是没救了。今天是封闭测试的第3天，炭窑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木炭，并且随着草木灰水泥的烧制成功，在老西的带领下，我们建造了更大的水泥窑。如果明天的是烧制成功，我们将获得更可靠的建材来修建我们的家园。不得不吹一波制作团队，这款游戏带给我的体验是至今为止市面上发售过的所有游戏都未曾带给我的，尤其是当水泥密完工的那一刻，那随之而来的成就感简直让人欲罢不能，无法自拔。今天测试的内容并不多，主要都是在测试游戏的沙盒系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管理者向我们透露，76号街尽头有变种人部落，已确定为敌对势力，所有玩家需小心规避，但管理者并未透露更多关于变种人的情报。截至目前，官网上也没更新变种人照片，或许剧情还没到那里。如果有新情报，我会第一时间更新在帖子里，也请诸位期待着公测的图友们持续关注这个帖子。好，不愧是我钦定的玩家。任务：砍10棵树，奖励点+1；击杀1只异种，奖励点+3。今天完成的任务有点少，加起来只有4个点。系统将所有奖励点兑换为初级盲盒。强化巧克力味棒棒糖，力量增幅加10%，持续时间10小时。力量增幅10%，这又是啥黑科技？不过话说回来，这玩意到底算糖还是算兴奋剂？持续时间居然有10小时，
10%的增益效果看起来还不错，关键时刻哪怕是1成力量，也足以扭转战况啊。只不过临阵的时候吃棒棒糖，这场面怎么感觉这么熟悉？他奶奶的，给老子关了！话说，我们该咋确定窑炉里的温度？不知道，不知道。不然呢？你有工业温度计吗？总之别废话，搓着鼓风机，加大力气往里面忍就完事了。哎，要是能上哪搞台发电机就好了。Nice， 保了个背的。这家伙自从当上了建筑队长，真是越来越有包工头那味儿。天南地北不放弃，去寻找减肥的朱古力。你们去哪了？变异水质巢穴附近。我不是说过了，不要去那里吗？我们并没有进去，只是在巢穴的附近设置了陷阱。您看，这是变异水质的幼崽。有点意思，你们是怎么做到的？血，我们用动物的血，我们将它们引到放了诱饵的玻璃瓶内，体积大的水蛭拱不进去，小的挤进去了出不来。这些变异水蛭应该是夜间觅食，一到白天就退回巢穴里。除了一些瓶子被碾碎之外，这些小家伙都还留在瓶子里。我本来只是打算试一试，没想到效果出奇的好。原来如此，这确实是个好主意。难怪狂风昨天找自己要了一点猎物的肉，原来是打算拿去当诱饵捉变异水蛭的幼崽。只不过你捉这东西打算用来干什么呢？水蛭我不清楚，但变异水蛭肯定是吃不了的。放心吧，我没打算研究怎么吃它，我是打算用它来钓鱼。钓鱼？之前探索湖岸线的时候，我发现一些黑色的大鸟在湖面捕鱼。既然湖里有鱼，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捕鱼来获得食物。这主意妙，我之前倒不是没有试过钓鱼，毕竟相比起打猎而言，钓鱼的风险会小很多。只不过我的钓鱼技术实在是一言难尽，有专业的渔具和鱼饵都难得钓上来，更何况没有那种东西。不过这也不完全是我的问题，若是鱼这么好捉，幸存者干嘛不在湖边安家？既然如此，你会钓鱼吗？不会，不过我在网上查了下，有那种捕鱼陷阱，我打算试着做几个出来。行，既然你知道怎么捉鱼，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先不管他们了，现在要研究的是如何用买来的烟叶熏制肉食。我记得按照贝特界幸存者们的方法，将烟叶揉碎了裹在肉上，然后用柴火慢慢烘烤，让叶子里的那些富含铜醇化合物的焦油渗入肉的油脂层，杀死寄生虫和微生物。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怎么总感觉有点臭了？不应该，难道真是我方法错了？下集预告。为了发电机，懒散菇这玩意我无论如何也得搞到手。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们的新成员，西红柿炒蛋和我猜真有蚊子，这都是些啥鸟名字？无论如何，这肉肯定是吃不了了。要是有冰箱就好了。为了发电机，懒散菇这玩意我无论如何也得搞到手。不过现在才刚到9月的第2周，李斯特的商队得等到月底才回来这一带。现在就算想这些事情也没用，总不能等到月底才开始储备事物。更何况冰箱这种奢侈的东西，以避难所目前的经济条件，是无论如何也消费不起的。3天时间，曙光基本上清晨外出打猎，中午或者下午回来，给玩家们煮一锅肉，然后便蹲在疗养院的角落，一个人继续琢磨熏制食物的技巧。这固定的作息，规律就像个 NPC。哇，酱油，好东西，终于可以给小玩家们改善一下伙食了。
饱了个背的，天天吃顿菜，我快要吃吐了。一开始发现这游戏能吃东西，我还挺兴奋的，但现在我才开始意识到，进食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顿顿都是炖肉，要么就是清迈煮的糊糊，就算我的嘴受得了，屁股也快受不了了。大概是味觉系统还没有开发完全，否则就算盐放的少，这个味儿也不应该啊。不咸不淡，就是腻，而且还带点苦味，还不如清迈煮粥呢。腥味太重了，得用料酒、葱姜蒜焯水去腥，估计会好点。将就着吃吧，这可是废土，上哪弄那些玩意去？好吃的东西以后肯定会有的。他宝贝的，自从被任命为建筑队长之后，这货越来越会站在游戏厂商的角度考虑了，甚至主动帮着画起了饼。不过也确实，既然以真实为卖点，将调味品作为奢侈品来定位，倒也没毛病。搞不好以后还得付费享用。希望下次更新能把调料给弄出来，我可以花软妹币买。话说你们水泥烧的怎么样了？品质还要再提高，但我感觉离成功越来越近了。尊嘟假嘟，正儿八经，没开玩笑。而且不只是水泥，最近我和方长两个还在研究烧砖，只不过没有模具就很烦，烧出来的形状不太好看，都应该还是能用。不能用木头做模具吗？哪有那么简单？这玩意儿和砍树可不一样，想做的四四方方那种，完全就是手艺活了。我是真没想到，老子堂堂一名睾丸，在森林里不到半小时就能盖一栋楼的硬核生存大师，在这款游戏里居然被这种低级的问题给绊住了。别看我，咱一条鱼也没捉着，无边全是他宝贝吃鱼的鸟，笨的鱼早就被叼走吃完了，能剩下来的鱼都是鬼精的那种，根本不上当，吃完耳食就溜走了。算了，先把湖里的鱼喂肥点，说不定等鱼儿们放松警惕，下次就能逮着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是我们的新成员，西红柿炒蛋和我猜真有蚊子，这都是些啥鸟名字？咋又来俩男的？我操，这游戏也太真实了吧！话说你俩都啥属性？我是敏捷系。我体质，你们都已经吃上了。本来管理者是打算办个欢迎仪式的，但看样子是搞砸了，他就让我们先吃。你们刚醒来吧，也来点。味觉，牛批，这游戏真的能吃饭？我操，这也太牛掰了！不但能吃饭，而且不吃饭还会低血糖。我倒是觉得大可不必这么真实，要么做的稍微好吃点也行。话说，这炖的是啥？炖的是肉。肉？是什么肉？变异猎狗。其实我们也不知道那玩意算狼还是狗，反正都是突变体。味儿咋这腥？你们是没放血吗？不知道。猎物都是 NPC 弄来的。你要是会做菜，可以和管理者大人商量下，只要有一技之长，都会得到重用。真的？那我一会儿试试。木工可以吗？我会做木工。木工？你会木工？会。我家里是卖家具的，都是纯木手工打造的那种。太好了，我这正好缺个人做模具，你来帮我一把。等等，我汤还没喝。吃个锤子吃，等下午让大厨再做一锅不香吗？就是，好兄弟，听我一句劝，那玩意儿真的不好吃。咱先带你熟悉一下这游戏的玩法。这游戏正经吗？还行。大概。为什么是疑问句啊？你们这木料处理的不行，你瞧着，都特么快长蘑菇了。这些够了吗？够了够了，谢了蚊子兄弟，帮上大忙啊！不客气，后面有什么需要的和我说一声就好。好，我记住了，下次肯定不客气。这玩意儿能成吗？自信点，把妈去掉。
鬼晓得，只能等等看了。我也是第一次烧这玩意，小时候也只是看大人们弄过，哪知道这方法管不管用。走吧，这杯先让它烧着，咱去水泥密那边看看。我感觉咱们距离成品已经很接近了，这次古风的力气再用大点，争取下线之前弄一桶出来。另一边，在我擦针有蚊子的帮助下，狂风和叶石总算是完成了第 N 代捕鱼器的改良。他们用笼状结构代替了原先的桶状结构，并且用牢固的钢筋替换掉了孱弱的木条，对陷阱的主体结构进行了2次加固。甭管什么鱼，进来就别想走了。尊敬的管理者大人，请问您这是在干什么？我在研究如何制作熏肉，你来的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是404号前哨站的厨师了。厨师还行，现实中我就是厨师，上线之前还炒了2盘菜才把勺子交给同事，没想到游戏里又得干老本行，这是相当于转职生活玩家了。可我能为您做些什么？问得好，我尝试了熏制肉食，但效果并不理想。我需要你解决食物存放的问题。我看过你的资料，组织说你有处理食物的相关经验，对吗？我大概懂一点，但游戏毕竟是游戏的，我的意思是，我也不确定我的经验在这里是否管用。无妨，我需要专业人士的意见，你帮我看看我做的熏肉架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与其说是哪里出了问题，倒不如说哪里都是问题。这个首先熏肉得在密闭环境中吧，您这烤法怕是把外面烤焦了也没用。还有这肉上面撒的是香料，一种特殊的盐液。盐液？这里是内陆地区，盐很贵，当地的幸存者用这种富含芳香族化合物和焦油的烟液来代替食盐，揉碎了抹在食物表面，通过加热让防腐物质和食物表面的油脂混合，达到防腐效果。还能这样？有些芳香族化合物确实能当食品防腐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玩意儿能拿来吃。其实就算不放盐也是能熏肉的，只是风味不太好。您说的这种方法我不了解，不过这么熏出来的食物，从健康的角度来讲也不太合适吧？不用放盐也行。微生物需要水分才能生存，熏制肉食本质上就是烘干肉中的水分，达到脱水的效果。有盐的话，效果会好一些，保存时间更久，而且风味更好。但没有的话，只要操作得当也是可以的。当然，如果脂肪含量高的话，脱水会比较麻烦，这还是得看具体是什么肉。但无论是哪种情况，您这都没做密封，肯定是不大行的。很好，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不错，又解决了一个麻烦。话说现在粮食问题已经有眉目了，自己是不是应该试着多招一些玩家进来，提高一下生产力了？只靠这几双手，忙到月底都未必能把疗养院的围墙修起来。妈的，总算是成了。牛批！尊敬的管理者大人，请看，水泥，我们终于把硅酸盐水泥给做出来了。同志们，你们做得非常好。有了这些水泥，我们距离第1阶段计划又前进了一大步。避难所会记住你们的贡献，你们每人将获得1000点贡献点奖励。通胀太快可不行，影响游戏寿命。要不开个扭蛋功能，1000贡献点抽一次，也不是不行。管理者大人，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向您汇报。说，现在水泥已经烧制成功，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手才能开始前哨的建设。你们需要多少人？至少10个人，当然越多越好。水泥密这边需要手动鼓风煅烧，2人轮班可以操作1座药屋。很快我们会盖第2座，这就得要4个人。从工地搬运石料至少得4个，剩下的修墙修房子怎么也得8个以上，这不得16个人了。目前前哨站储备的粮食只够算上自己在内的7个人吃1周，人口突然翻了3倍，也不知道后勤能不能吃得消。9月份已经过去了将近1/3，如果再不加把劲的话，很难赶在冬天之前将前哨站完工。好，我知道，我会向上级申请支援，3天之后会有一批新成员从休眠中苏醒，来到地表加入我们的视野。炒蛋兄，你看看这玩意儿能吃吗？卧槽，这啥东西？应该是鲶鱼。我当然知道是鲶鱼，好家伙，怕是得上百斤了。能做熏鱼吗？谁会用鲶鱼做熏鱼？这玩意儿脂肪很厚，表面还有保湿的粘液，处理起来相当麻烦，不知道能不能脱水。
那咋整？我也没试过，先试试吧。黄昏时分，炒蛋兄代替管理者掌勺，给玩家们炖了一锅鱼头汤，用实践证明了这玩意儿确实可以吃，而且味道还意外的不错。虽然没有豆腐做配菜，也没有葱姜蒜料酒去腥，但炒蛋兄还是凭借他精湛的厨艺，只用盐和酱油做调味，做了一锅还算鲜而不腻的鱼头汤。玩家们吃的是胃流满面，炒蛋兄和蚊子是因为游戏里居然有味觉而惊喜，另外4名玩家则是为终于吃上了一口正常的食物而感动的。卧槽，你们快看官网！你还没放弃？官网咋了？ Alpha 0.0.0版本重大更新，官网将再次放出24个封测资格，封测玩家数量将扩大至30人。我擦！开始割韭菜了，说吧，多少钱？我看够不够楼下派出所立个案。应该不要钱吧？我看那公告没提收费的事儿。哈哈，爷就不信了，这次还排不上。你想多了，预约人数早就破百了，24个额外名额，概率是1/4到1/5吧。破百？啥玩意儿？咱群能有这么多活人？也不都是咱群的。我昨晚就看到不少游戏群在讨论这游戏，居然出圈了。我刚看了，预约人数已经111了。阿米诺斯。这些人都是从哪来的？论坛咋突然多了这么多人？你们都从哪儿来的呀？逃离塔科夫的萌新开黑群，我是看别人发的链接。我就不一样了，我从开车群来的。兄弟，建议不说话。这是什么游戏啊？正经吗？假意。不用问了，一看就不正经。你看上面那几个人正经吗？求求你们了，千万别预约，假的，都是假的。告辞。这个建议有毛病吗？官网论坛好不容易终于有了点人气，这还没捂热就给自己整跑了一个，搞不好还不止一个。我去，那没封测资格的人岂不是直接错过？就很离谱。谁艾特一下狗策划，多招点人啊！我不要钱，不，我可以给钱。光，有人喊你狗策划。靠！咋又是这家伙？光哥在吗？刚忙完，啥事？有件事情我一直很困惑，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那个被称为管理者的 NPC， 到底是你们公司员工扮演的，还是 AI？ 我只是随口一问哈，要是涉及到企业机密啥的，就当我没问好了。没事，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机密，况且机密内容我一个小小的策划也接触不到。那您请讲。简单来说，它的存在很特殊。可以说具体点吗？它是我司研发的第1代完全人工智能。完全人工智能？没错，就是完全接近于人类的人工智能。它拥有自己的人格、记忆、思维模式以及价值取向和行为动机，所以我们赋予了它约束玩家的权利与引导玩家进入游戏的职责。我懂了，难怪它的决策能够影响你们的测试进度。其实我已经发现了，这款游戏本身的内容已经开发的相当完善了，那身临其境的感觉简直就像一个真实的世界。不夸张地说，即使是我这样挑剔的人，也找不到一处明显的 bug。要说唯一哪里美中不足的，可能也只有 NPC 太少了。所以我当时就想，有没有一种可能，你们测试的其实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在测试游戏的 AI， 甚至包括 Alpha 0.2 版本更新上线的资料片凛冬将至，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我说的对吗？你很聪明，确实就像你说的那样，凛冬将至资料片确实是为了测试初代完全人工智能性能，而这也是开启下一轮测试的必要程序。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了，所以测试的进度确实是受到游戏剧情进展影响的，对吗？是啊，并且现阶段能够推动剧情的只有404号避难所的管理者，对吗？对。谢谢，我懂了，给您添麻烦了哈，透露了这么多内幕消息给我。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保守秘密的。其实吧，也谈不上什么内幕，你不用保守秘密也是没关系的。
不，我一定会保守秘密，这个您放心。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超靠谱的。这就是传说中的企业级理解吗？长见识了。树叶枯黄，气温下降，前所未有的危机正在逼近。今年的冬天会比往年更严酷，也会来得更早。留给我们准备的时间已经不多。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抓紧每一分钟，甚至是每一秒，赶在情况彻底糟糕之前，做好应对寒潮的准备。任务面板已经更新，上面罗列着必需品的清单、需要完成的设施以及对应的奖励。记住，只有团结，我们才能共度难关。凛冬将至，这是命运对我们所有人的考验。Everybody know what's going on? Everybody know they're going. Hoorah! Everybody ready? Ho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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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难所的居民大厅，振奋人心的声音回荡，迎着玩家们斗志昂扬的目光，楚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并正式拉开了游戏封测以来首个资料片凛冬将至的序章。而随着新篇章的开启，404号避难所前哨基地的气氛就和游戏官网一样，开始变得不同以往了起来。这几天时间里，力量系的老白再次晋级，基因序列从 LV 提升到了 LV 车，力量属性也跟着涨了一个点。至于和他一起轮班的方场，也终于突破了界限，从 LV0 晋级到了 LV1， 不过他增长的属性却不是力量，而是敏捷。看来基因序列的开发虽然契合用进废退的规律，但属性的增长却又是另一回事儿。另外说到升级，最悲催的大概是狂风了。截止到现在为止，4名封测玩家中，基因序列等级还是0的，恐怕就他一个了。这些天他利用改良过的陷阱抓了不少鱼，但距离 LVE 始终差那么一点点经验值。通过陷阱捕杀异种获得的经验值，似乎并没有在正面战斗中击杀异种得到的多了。对此狂风也很纳闷利尔，但无奈的是，目前为止似乎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除了4名最先体验游戏的狗管理，新加入的2个萌新同样是干劲十足，这几天几乎是一刻也没闲着。比如 WC 真有蚊子，这家伙倒也不急着升级，依旧是做着木工的活儿，偶尔帮一下老白和方长那边，或者帮狂风修一下损坏的陷阱。而除了这些工作之外，他便在忙自己的事情。根据蚊子自己的说法，他似乎打算用木头盖一座简易的小木屋，用来作为当他的化学实验室和库房。相比起蚊子兄的悠闲，西红柿炒蛋大概就属于甘地中的典范了。作为前哨站的厨师，他不仅要负责做饭，还得帮着管理者大人处理打来的猎物，这其中包括放血、去皮、剔骨、切肉以及最关键的熏制。由于前哨站的食盐并没有奢侈到能够用来熏肉，所以炒蛋兄采用的是最原始的熏制方法。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必须向您报告，我这边真的已经要忙不过来了，我非常需要帮手，哪怕一个都好。别看我可是很忙的。你忙个锤子忙！叶氏需要帮我搜寻猎物，同时他对危险的感知也很关键，所以我没办法让他留下来帮你。不过我向你承诺，你的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我们的增援已经在路上，他们很快就会抵达地表。好吧，谢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虽然我尝试了制革，但我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处理。至于如何将它们做成衣服，这个我实在没办法。这个你不用担心，在即将抵达的增援中有擅长这方面的人才，我会将制革以及制作保暖衣物的工作交给那个人去做。不只是裁缝，在我挑选的24名新增封测玩家中，各行各业的人才都有一点。他们虽然不一定是行业内的专家，有的甚至还是学生，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少还是能派上一点用场的。况且还有网络这个工具，只要他们足够努力，迟早有一天自己能搬进大房子里，稳得一批。404号避难所苏醒程序启动，目标舱人员当下留人捡垃圾99级，
身份核验通过，注射苏醒试剂，增延时间211年，请等待避难所这公司公就是游戏世界？请勿随意保了个背的，这感觉简直丢宝了！啊！我操，这啥玩意儿？什么啥玩意儿？你特么是谁 ？NPC？ 什么 NPC？ 我是玩家啊 ！ID 捡垃圾99级，我特么还想问你呢，你这家伙又是谁？你是垃圾君，我是刀下留人。我靠，你是前几天进群的那个新人？你这家伙咋长这丑？你特么才丑！等等，我靠，我怎么没有那玩意儿？你都长这样了，关注点居然是那玩意儿？那个没有，那个也没有。妈的，狗策划骗人！都能当蜥蜴人了，凭什么不能开女号？你要不想当蜥蜴人，咱俩交换一下。滚蛋！卧槽，这属性有点东西。我记得官网上有写，正常成年男性的属性基准值是5，在俩区间内波动，而自己显然不是以成年男性为标准，除了智力属性低了点，其余4维属性都强得离谱。关键是我也没觉得自己不聪明，就算智力面板数据低一点又如何？一点都不影响劳资装逼。你还好吗？哈哈，好的不得了。走吧，咱赶紧从这房间里出去吧，先和其他玩家会合再说，别让管理者大人等急了。我发现蜥蜴人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用穿衣服，因为脱不脱裤子都无所谓，根本没有需要遮挡的地方。那啥，垃圾君，你的屁股上有东西。在哪儿？这上面写的啥玩意儿？我去，快看那边！那是 NPC 吗？蜥蜴人还能选种族的吗？这也太牛掰了吧！难道是传说中的隐藏职业？老刀，以后和我混，本大爷罩着你！我信你个鬼！这小不眼是谁啊？断奶了吗？你长得都了不起啊，现实里指不定多矮。能说出这样的话，一看你现实中年龄就不大，该不会是小学生吧？真不巧，姐姐我可是在服装设计公司当总监，可大着呢。不像你，也就在游戏中找找存在感。区总监，我还以为是哪个大集团的总裁呢。不知道妹妹在哪家公司高就？你管得着啊？我总感觉这两家伙都挺小学生的。我勒个骚刚，这不比使命召唤好玩多了。这游戏头撞到墙真的会痛。哥们，我求求你了，打我一巴掌，看看痛不痛？让我看看这游戏能不能拉大号。你干嘛？天哪！我到底是进了游戏世界，还是被关进了疯人院？安静，同志们，欢迎来到404号避难所，我是这里的管理者，代号曙光。同志们，欢迎来到404号避难所，我是这里的管理者，代号曙光。等等，咋还有一种在这？不过看着傻不拉几的表情，这身皮囊的下面应该是个玩家，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无论是战斗经验还是面板数据，这些小萌新们都是被我全方位碾压的，而且贴元封号没收资格1秒钟都用不到，他们这1秒钟够干点啥？首先我得告诉你们一件好消息，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了，但坏消息是我们的世界已经面目全非，如果你们指望马上拎着行李回家找老妈，显然不太可能。现在是末日之后的第200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成功熬过了最艰难的年月。你们能站在这里，已经比其他的121人更幸运，而现在我需要你们尽快认清现状，
然后履行自己在人莲旗帜下的宣言，重建我们的家园。旁边这位是我的助手，他名字叫肖云，有任何关于避难所的问题或者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问他。除此之外，避难所居民手册已更新至 2.0 版本，包含居民公约行为准则以及对公序良俗和禁止事项的要求，请各位居民及时查看。对于违反规定的居民，轻则强制休免禁闭，重则处以遣送回地下永久除名的惩罚，希望大家严格遵守。天哪，这 NPC 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不过，大家对此倒也没什么特别大的反应。既然选择了预约，那就表示他们已经接受了游戏的设定。太强了！这真的是游戏世界吗？哇，我特么吹爆！牛逼！我是404号避难所前哨站建筑队长，白驹过隙，你们可以叫我老白。现在开始做自我介绍，从你哪开始？是，我叫 T 哥 ，ID 我叫 T 哥接人艺术家，力量系。听不见，谁在响？出来！这么小声还想玩废土？我操！好，下一个。一部分人被老白带去了烧砖，另一部分人则由方厂带着，前往湿地公园东北方向的工地搬运烧制水泥的原料。至于报酬，是每小时10点贡献点。虽然并不清楚贡献点具体有什么用，但玩家们一个二个都是干劲十足，恨不得立刻马上开始干活。当然，并不是所有玩家都被安排在了工地。制作熏肉干、揉制毛皮、捕鱼、捕猎、采集这些活儿，也都是需要人去做的。比如那位身高1.8米，ID 叫丫丫的女玩家，就被安排了采集的工作。她的基因序列是感知系，虽然主属性感知的初始值比叶石低1个点，只有6，但她的天赋栏却多了一条初始天赋毒素之句。根据玩家列表中系统对这项天赋的解释，持有该天赋的玩家能够脱离知识和经验，单纯依靠生物本能感知到毒性。这位同志，你过来一下。你是捡垃圾99级，正是在下。对了，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醒来的时候发现了这张纸条，上面的文字我看不懂，能否告诉我一下这上面写了些啥？我看看，你从哪弄来的？屁股上。我的意思是他就在培养舱里，我醒来的时候他就粘在那儿了。没事，我就随口一问。恭喜你中奖了，这是我留给你的彩蛋。储存在基因库中的基因序列并不全是人类的基因，其中也有少量特殊的基因序列。坦白来讲，是我干的，虽然也有意外的成分，但我并不打算认错。怎说呢？你不觉得这也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吗？说起来，我们该称呼它为特异体还是异种？算了，叫什么都无所谓，你自己决定吧。我服了，这家伙肯定是疯了。不过这家伙他的力量和体质都强得不像话，若不是自己打了一针，他的力量甚至都追上等级5的自己了。而且还有肉体再生和冷血这2条天赋，简直是实战利器。虽有着难以升级、低温不适、难以操作复杂机械的负面加成，但并不是什么致命缺陷。垃圾君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一起打猎。愿为您效劳，尊敬的管理者大人。很好，很有精神。你先去疗养居民区门口等我，我还有些事情要安排，一会就过来。遵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现实中的职业好像是服装设计师。如果是真的，那这条天赋简直是为他量身打造的。这位同志，你会做衣服吗？有材料和工具的话，我可以试一试。虽然我的本职工作是设计，主要是用电脑干活，但动手能力也不是完全没有，比一般人还是强不少的。材料不是问题，工具可能得想想办法。你先跟我来吧。这些够吗？这些都是我的吗？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从毛皮的处理开始负责。架子上的这些皮革是我们的厨师处理的，他其实并不是很懂这个。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好了。管理者大人，有什么要求吗？在造型上？造型倒是没什么要求，能保暖就行了。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的工具没？缝纫机这种东西可能有点难搞，但针线、剪刀这些基础工具还是有一些的。虽然有缝纫机更好，但要求只是保暖的话，有这些也足够了。不错，我就喜欢勤勉事少的玩家。那就拜托你了。这几天我应该还能弄到一些猎物，我打算沿着出城高架再往北边走走看，听说那里有迁徙的鹿群，运气好的话，应该能有不少收获。我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很讲原则的人，自然不会白嫖玩家的劳动力。虽然现在避难所很穷，贡献点除了买复活币之外，什么也买不了，但还是给腾腾开了工钱，每做一件衣服50点贡献，要求不高，能穿能保暖就行。等商店系统上线，我就将这些衣服根据品质，按照100到500贡献点不等进行标价，卖给其他玩家们。这么说的话，还得找个 NPC 来当商人才行。听说隔壁的布朗农庄每年冬季都会出售一些腿脚不利索的农奴，以节省粮食和燃料。等到明年开春了，再从奴隶商人那里进一批便宜货，或许自己应该去那里碰碰运气。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们什么时候出发？不急，我得给你找件趁手的武器，跟我来。话说那个贡献点有什么用？不清楚。管他了，封测阶段计较这么多干嘛？就是开发商都输了不删档，干就完事了。你的武器是那个？你的初始力量有8个点，只要掌握投掷技巧，10米之内足以将猎物一招毙命。可是管理者大人，我还是觉得，如果能有一把远程武器的话，我狩猎的效率会更高一些。保了个背的，这么大个子，不冲前面当坦克，躲在后面打狙有意思吗？还是不是个野蛮？标枪是狩猎的基本功，不管近战还是中距离遭遇，都能让你不至于陷入被动。我今天只是教你狩猎的技巧，至于往后你选择什么样的武器来战斗，取决于你自己。哦，原来是剧情。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正好要找您。这就是我说的丙红，用它做溶剂可以制作无烟火药。没事的，哼，不遇到明火就还好。这位是？他是新来的居民，捡垃圾99级。啊，是新人，开局就是隐藏职业，这也太爽了吧！说说你手上的东西吧，这玩意你是咋弄出来的？好的，管理者大人，其实方法很简单，其实就是木材的干柳，把木头放在密封的金属容器中烘烤，用一根导管导出，过冷水桶冷凝。收集到的冷凝物可以很容易被分成水样溶液和浓稠的胶油状残渣，简单的分流法就可以。其中水样的部分就是木醋酸，主要由乙酸丙酮以及甲醇构成，利用它们的沸点不同，可以进一步分流。其中乙酸可以和碱金属化合物反应生成多种用途的盐，而丙酮就是我右手这瓶，它的作用可不得了。啧，要是能弄到硫酸就好了。有了硫酸，我们就能把双氧水弄出来。双氧水和丙酮混合可以制作3过氧化3丙酮，也就是俗称山楂药。我的妈呀，这家伙现实中到底是干啥的？这也太行了吧！我会留意附近这一带的化工厂，所以你的意思是目前还搞不到炸药？高性能的弄不到，黑火药倒是挺好弄。再给我点时间，我正在想别的办法。不过有时候并不一定非得炸药才能得到杀伤的效果。这里面是松油和丙酮的混合物，我在里面还加入了一点植物纤维。点燃瓶口的棉条扔出去可以烧很久。燃烧瓶，好东西，有点当年使命召唤5迪米特里使用的莫洛托夫那味了。那你测试过威力吗？附近都是树，我怕火灭不掉。我等会拿去外面帮你试试。在这种环境下做化学实验还是有些危险的，而且避难所暂时也不具备储藏这种危险品的条件。我会给予你应得的奖励，但没法鼓励你扩大生产。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可以尝试下让这些化工品在前哨基地的生产建设中发挥用处，创造我们需要的价值。哦，创造我们需要的价值吗？班，你可以好好想想。当然，我更建议你可以和避难所的其他居民聊聊，问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遵命，管理者大人。乙酸丙酮甲醇的用途还是相当广泛的。如果避难所前哨想真正意义上的开启工业化，那么这些化工原料都是必不可少的。虽然暂时派不上用场，但楚光还是给予了玩家卧槽真有蚊子1000贡献点奖励，并且对他利用木头作为原料成功制备乙酸、丙酮、甲醇的卓越贡献进行了公示。看着卧槽真有蚊子一脸自豪，其他玩家满眼羡慕的表情，楚光觉得自己有必要将这个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不只是游戏里，官网上也得公示一下。以后还可以弄个名人堂，在里面记上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玩家达成了某项成就，这种成就可以是解决了发展问题，也可以是通关了某个高难度副本。作为一名贫穷的统治者，廉价的荣誉感是他能够给予玩家的唯一高性价比的奖赏了。4，这也太惨了。有一说一，这游戏的场景设计做的还是挺到位的，就好像真的在末日之后的世界一样。这里本来就是末日之后的世界。我觉得我们是在白费力气，很显然，这里都被搜刮干净了。总能找到一点有用的东西，比如这玩意，一盒没拆封的针线包。这里面的针应该是合金材料，线的话应该是人造丝，没有拆封就不存在被氧化的问题。别说过了200年，就算再过200年也能用。目前前哨站最缺的就是这些小工具，腾腾应该会对它感兴趣。卧槽，拾荒者！外面什么情况？卧槽，这出生的技能点全特么加感知上了。不是哥们，这都没打着，看来他们那手工制作的步枪80%是没有膛线，隔着一条街的距离也就打了个寂寞。几发子弹，果不其然，连自己旁边的门都没摸着，全落在了水泥路上。交火了，什么情况？我们是不是碰上变种人了？停，你们都别慌，我先瞅一眼。瞅个屁！是掠夺者，2个人都有枪，还跟着一条狗。你们从后门撤，我们在正南方向300米外的公交车站前汇合。尊敬的管理者大人，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对面不过是2个人加一条畜生，我们的人并不比他们少，我们也可以战斗的。没错，我们可以战斗。我们虽然只有一把枪，但咱们还有莫洛托夫燃烧瓶和这头2米高的蜥蜴，我不信他还打不赢一条狗。请下命令吧，尊敬的管理者大人。对，跑个啥？以前自己孤家寡人一个，脑袋拴裤腰带上在外面开荒，遇到这种穷凶恶极的土匪躲一躲倒也正常。现在要枪有枪，要人有人的，还特么跑个鸡，何况对面就2人。叶石，你拿着莫洛托夫去那边，注意听我指挥。我这边枪一响，你点火就扔，对方还不知道我们这边有几个人，看到有人冲出去，肯定会追赶。我该怎么过去？跑过去，不然你还想我背你过去？放心，他们的铁管步枪没有膛线，打不中你的。妈的，拼了！游戏里怕个蛋儿。哈哈，我的小宝贝，你往哪跑？放弃吧，你跑不掉的。现在投降还能咬你一命。身上没有枪，那80%是在这附近捡垃圾的拾荒者。图鲁斯上。混蛋，老子要活剥了你！兄，冷静，对方貌似不止一个人。忘了，受改。
怪物。神秘的无垠的宇宙，有个美丽的星球，365个日夜，围绕着太阳转，不停地转。天高海阔，宇宙无限，太阳的金光洒在地球上，给予这世界温暖和光亮。月亮和星星挂在夜空中，装点这幅美丽画卷。美丽的地球，我们的家，不要让邪恶让它受创伤。美丽的地球，唯一的家，好好爱它，好好爱它，好好